处男，玄级天赋，职业狂暴舞者，体修侧。我操，玄级！老鼠是用自己为了20年单身换的。咱一中过去2年里，一共才出了3个玄级吧，这就出了1个。行啊，老楚，狗富贵了，得勿相忘啊。大腿留个挂件位置。滚你的！你那是想抱大腿，你那是想把我当肉盾，扔前面扛伤害。下一位，高3 2班应杰。手放上去，凝神，别胡思乱想。这是什么光？新版本更新了。白光？难道是比黄品还要低的废品天赋？不对啊，废品是没光，这光亮瞎眼了都。难道是仪式出问题了？未记录在库，全能者听起来很牛逼啊！天赋先劈开不谈，但这个职业牛逼个屁！全能就是全部能。历史上觉醒这种所谓全能职业的，最后都因为样样通样样松，连个专精的高级技能都练不出来。那咋了？就算如此，也是万中无一的天赋者，比咱们连光都没有，不是强多了？那倒是，嘿嘿，我是废物。金光，我操！天级，沈大班长是天级天赋。天级天象操控，好，我京海一中出笼了。得，这下没人关注咱们这种小配片了，挺好，省得被围观。同学们，今天是你们人生的起点。想当年，我在断魂谷一人一剑杀的那群异族崽子。小心！被发现了，提前动手，毁灭万岁！保护学生！尔敢！天级杀不了，杀这个变异白光的也不亏。走不开了，杰哥，住手！应杰，这也是变数，居然没死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一中的学生应杰在哪？单老，您搁那喊嘛呢？我就是应杰啊。杰哥，老楚你躲什么？脑子炸坏了？这他妈是我的手！杰哥，真是你？那你之前的旧身体呢？救的，我当然是放出来。我呸！这眼神，你是应杰？班长，还得是你眼尖。应杰，你要不要先把衣服穿上？我操！我的兄弟呢？勒得慌。爽，给我拉上去！等，夹我头发，老师你谋杀！这是我的衣服，不想光着就给我老实点。那个，应杰啊，刚才经过医院的最高级设备检测，还有全面扫描，从基因图谱、灵魂波动，甚至是那一身独属于全能者的灵力来看，你确实是高3 2班的应杰，如假包换。但是从生理结构上来说，你现在是一位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外伤，且处于巅峰发育状态的女性，各项指标完美，甚至比大部分的女性觉醒者还要完美。校长，咱能别用巅峰状态的女性这种词吗？我听着只能感觉到绝望。好了，别贫嘴了，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，这是好事。兰姐，这叫好事！我高考之后还要找女朋友的。这下好了，我自己找女朋友了，那我以后怎么面对这帮高校生？这帮恐怖分子一样的杀手早有准备，连职业都是最适合自爆的。校长，您就直说吧，我还能不能变回去？不知道，不过你也不用急着，我们查不到，不代表系统查不到。系统，可早上觉醒石上不是显示全问号吗？觉醒石只是一块负责激活的读取终端。那我要等多久？一般不超过12个小时。系统最终会把能解析出来的特性反馈给你。我叫应杰，天赋意外觉醒了全能者。我以为自己马上能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想到第1集我就被异族杀手盯上了，第1集就给我炸死了。还好我解锁隐藏能力，濒死状态能切换成女神形态，不过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苦恼，比如要怎么垫姨妈汁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福伯。
先送我这位女同学回南区军属大院。福伯您好。这位小姐，请上车。大爷的，你才是小姐！腿收回去并动，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场合？前面福叔还开着车呢。你这副样子想干什么？我这副样子怎么了？平时我们哥几个打完球在班里脱光膀子，也没见你说什么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你要是再在有人的时候那样坐姿，小心我把你踢成猪头。哼，到家要怎么说呢？我爷奶了，你们养了18年的小孙子被炸没了，我是你们新出炉的绝美大孙子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忐忑。走吧，我陪你上去。爷爷，是我，应杰。小同志，你别逗我这老头子了。我小孙子今年高3，男孩子1.88米。臭小子，别躲了，快出来！老头子，谁呀？是不是铁牛忘带钥匙了？爷爷奶奶好，我是应杰的同班同学。这位确实是应杰本人。你真的是铁牛？爷爷，是我。这头发，这眼睛。爷爷，您能不能别这么看？眼神这股子清澈的蠢劲儿，确实是你。老头子，你说咱家俩是不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大德？咱们不是一直想要个孙女吗？这不就给送来了吗？造化，这是祖宗显灵啊！爷爷奶奶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家里有门禁。老沈，我送你。老沈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这衣服卸了，我今晚手洗干净，明天还你。不能洗。不洗？我今天出了一身汗啊！这件校服是特殊途径搞来的限量特制灵材，不能沾水，一沾水就废了。女生买的玩意儿就是娇贵，放心，保证原样还你。赶紧回去吧，今晚外面不安全。小姐，我多嘴问一句，您刚才那件校服不是今晚为了凑满减外卖点的吗？哪来的什么限量特性材料啊？专心开您的车，您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这么八卦？我叫应杰，天赋意外觉醒了全能者，我以为自己马上能迎娶白富美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没想到第1集我就被异族杀手盯上了，第1集就给我炸死了。还好我解锁隐藏能力，濒死状态能切换成女生形态，不过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多苦恼，比如要怎么垫姨妈汁。我操！见鬼了，这算什么事儿？铁牛啊，你洗完了没？实在没找着你能穿的，奶奶的衣服一股招奶丸味儿，也不适合你穿啊。不用了，奶奶，我有衣服穿。系统面板给严开。真他妈我是大美女！218位人族先贤啊！把天赋你给我发好啊！你大爷的！行吧，只要不是一辈子顶着这个社的名字就行。当前形态女生，兼容属性雷、火、金、暗，胸围36D。我操，连这玩意儿都给精确量化出来了。牛逼大发，天下无敌的2D还能回来！西不闻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受到致死打击，瞬间重组肉身，满血复活为另一性别形态。原来是这样。杰哥还在吗？不对，我是不是该改口了？姐，你腿是真白啊，比沈大班长都有料。这哪里是兄弟，这分明是出生啊！全体起立，让我们热烈欢迎京海一中校花新晋校花应杰大小姐驾到，大花鼓掌！这帮混蛋，处男你大爷的，给老子等着！明天去学校，我把你屎打出来，我算你灌肠灌得干净！处男，你大爷的，给老子等着！姐姐，
生气，进度条直接窜了1/5。费劲，三才筑基法，怪不得他们都说全能者是个废职业。我靠，这数值有点超模啊！这就是概念级天赋的含金量吗？以后怕不是左手伤害高，右手高伤害。好饿，大意了。看来以后我不仅是个氪金战士，还是个大饭桶。有了。吃。哥，你给我了，你明天吃啥？你哥我在学校吃过软饭了。也不知道老哥最近软饭吃的怎么样了。那我那些素未谋面的嫂子会不会把自己当小三揍了？真他妈难吃啊！试试这个。拿着，给你的。不，这玩意儿我下午要去试炼场，不穿。别怕，等会儿我教你怎么穿。下车，快迟到了。快看那两个女生，沈浅雪旁边那个是谁？就是他，昨天爆炸坑里出来的那个。我听说那场面绝了。去撕烂那几个孙子的嘴！你现在这样子跟他们理论，那是纯纯在奖励他们。走了。去哪儿啊？快上课了，不去教室吗？跟我来。进去啊，愣着干什么？我不去。那女生好漂亮，哪个班的？还跟沈清雪在拉拉扯扯的，百合呢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来这里，难道要去隔壁男厕所？我昨天看到天赋效果了，我还能变回男生。什么？你还能变回去？废话，老子可是纯爷们儿，纯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今天要是进了这扇门，等我变回男的那天，全校女生不得把我骨灰都扬了？大清早的不上楼早自习，在这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报告主任，不是的，是应杰同学遇到了一点小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占了，我想上厕所。屁大点事！教学楼3楼最东头，教职工专用单人卫浴间，以后那里就是你的专属坑位了。老沈，你别跟着了，我自己能穿上。操，一种植物，不是卡在肩膀，就是勒得太久。嘿，别说，还真有点用。英姐，你身体没事吧？你这头发是真的好顺滑啊，我能摸摸吗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的几位好汉吗？小疯子，你过来。你不是在群里喊着要看腿吗？今天给你看个够。老陆，昨天带头喊妈妈是吧？姐姐，有话好说。行，今天老子满足你，我不光要骂你，我还要揍你。我操！老处男，给老子站住！英杰加油，揍他！我一脚踩你脸上！二班那个新来的白毛在追着男生打，救命啊！姐姐疯了！英杰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处男同学身体不适，我正在用祖传推拿帮他活血化瘀。行了，都别耍宝了，回座位。昨夜全市机器清剿渗透性诡异67起，从你们觉醒的那一刻起，战争就已经来到你们面前。教育署决定将原定下周的新生试炼提前到今天下午。下午这么快？安静。地点在蜂巢1号试炼场，进行觉醒后的第一次实战演练。这并非游戏，战斗中依旧存在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。此次行动将以3人小队的形式进行，我会指定3个精英辅助小队，协助老师巡逻和支援。第一队，队长是应杰。到。蓝老师，我的队友呢？很好。应杰，
你和楚南、顾展峰组成第一支精英小队。明白，收到。右翼切入，3点压制，回枪风口。有死之荣，无生之辱。坐下。安静。目标距离还有15分钟车程，在到达之前，我把规则跟你们再过一遍。蜂巢1号试炼场由长城守夜刃晕团和苏燕和辅常年圈养1阶低星异兽，专门用于觉醒新兵的突剑实战脱敏训练。试炼以3人小队为单位，你们除了完成自身猎杀指标外，还需在各自辖区进行机动巡逻，随时准备支援遇到危险的同学。明白。南老师放心，结界全程运转，我的队伍也会随时准备待命，您的学生不会有生命危险。辛苦谢教官。高3、1、2班到42人，10到42人。应杰，应力那小子的弟弟，他也在这班。你认识他？岂止认识，应林是我高中同学，铁哥们儿。他弟弟应杰我初中就认识了，我怎么没看见他？他在那边。蓝老师，您在跟我开玩笑？因为觉醒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天赋，发生了一些外观上的变化，不影响试炼。百川哥，铁牛啊，你的小牛难道随风飘散了吗？我这是天赋的影响，还能变回去。不过这事你要是敢跟我哥说一个字，再逼逼，我就跟我哥说，你大4了还单身，是因为你暗恋他。你这样，行，我不说。这把我要了。全员入场，实战演练开始。姐，你慢点！你们俩能不能快点？你这体力是刚觉醒之人该有的吗？你身体里面装了个发电站啊！前面300米有一只落单的异兽，跟上。我正面拉仇恨，小疯子从侧翼射箭消息，姐姐找机会绕后。太默契了。等等，我操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！那玩意儿头骨跟金刚差不多硬。666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过来看看你们能不能也吸收到本源。击杀异兽也能长变身概率，这么猛的吗？这皮真厚，得想办法剥下来做个盾牌。追着兄弟打，心情愉快，变身概率就涨；击杀异兽反而只涨了0点几。兄弟被打也会涨变身概率。姐，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我瞅瞅我兄弟怎么了？老处男，小疯子，我突然觉得你们俩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兄弟，以后咱们可得多切磋。为了平衡咱们小队的资源分配，我决定改变一下战术。接下来我负责压阵和指挥，你们俩负责上去嘎嘎乱杀。滚犊子！我们两个今天早上才摸到武器，就是磨跟你这种才觉醒1天半就一刀铁甲中脑壳的变态吗？以你们俩的实力，合力打那些妖销售不就是慢一点？我抗叶亮循序渐进，拔苗助长，要不得！抗议无效。我操，老处男，你这叫声也太……友情提示一下，跑得慢的那一位小朋友要挨我的鞭子哦。马德异兽，你大爷的！老处男，愣着干什么？砍他腰啊！我靠，姐姐你别冲了，我他妈快没气了！
叫谁姐呢？说了多少遍了，战场上叫队长。等等，不对劲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这特么好像是觉醒了什么不得了的变态癖好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是，别瞎想。激素奖赏机制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科学解释。绝对没有。老冯，说真的，你说这特么哪是新生试炼啊？这分明是监狱里的劳改营。反了你们，才杀了多少头？20头都没到吧，就不行了？23头，我数着呢。我楚南这辈子就没有这么努力过。你救过去第1、2个尸变弹跳是不是都开了？我承认我变强了，但你抽人的手艺太熟练了。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变癖好？我都笑死爹了！咱知道我们肚肚打雷了，人类的消化系统能发出这么野性的东西？闭嘴！老楚南，咱们之前杀的那些异兽里头，是不是有头铁青？有，那头顶着个铁疙瘩到处拱土的大傻个子。走，去哪儿？吃饭。你们俩去前捡柴火，再弄点水回来。得嘞，老奴遵命。我去打点水，顺便削几根树枝当签子。柴火够了，就是没有火折子。你们谁带打火机了？不用。我操！姐姐，你刚才用的是法术？对啊，精神力引火，法修入门的基础操作。我当然知道这是基础操作，但这不凝聚出来精神节点了。3个。啥玩意儿？3个？我确认一下，你觉醒到现在满算也就1天半吧，一体就开了1个血小法修，点了3个精神节点。什么熬？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轻描淡写的？也不看看你杰哥是谁？要不是昨天晚上精力实在撑不住，不然这节点还能更多。你他妈也太变态了！怎么说呢？你看他这吃法，和我上次喝多之后啃猪蹄的德行有什么分别？有分别，你吃相太丑，我看你适合散胃。这才是老师家吃法，你懂什么？不，哥们儿，至于这么急吗？我怎么感觉咱们在陪头熊瞎子吃饭？你说啥？我说姐姐吃饭的样子真飒，看着就下饭。这位姑奶奶吃顿烧烤又突破了。第2诀窍开了。哎呦喂，不行了，真吃不动了。不行，你考的，你自己负责解决，浪费可耻，知不知道？对了，看看咱们攒了多少积分？27分，这玩意儿有啥用啊？觉醒之后，资源分配方式变了，是按能力和贡献。积分制是高3专属，也是大学和军方风延续下来的通行体系。最低级的气血丹、聚元散，大概2到5分一颗，双效复合物15分，高浓度灵气修炼18毫1小时，影响是2分。当后勤部搞慈善呢，1阶1星那是纯炮灰，一头才1分。姐姐，你这眼神跟刚才一模一样。休整结束，走吧，宝贝儿们。我肉还堵在嗓子眼没咽下去呢。运动消食。现在我的目标很简单，积分翻倍，资源翻倍。我那破功法1天吞别人1个星期的资源，不刷怪难道让我在街上讨饭去？精英1队队长应杰，当前积分27。薛中尉，这个积分是不是显示错误？入场才刚半天，27。应力那小子的弟弟啊，不对，现在该叫妹妹了。看来给这些学生们准备的惊喜，很快就能用上了。老楚南，你往左偏了半步，他腹部没甲。我知道，我脚底打滑。哎呦，别抽了！走，换方向，往东南去。还走啊？等等，前面有情况。坚持住，别散伤口深不深？不深，皮外伤，谢谢。找个背风的地方处理一下，别继续往深处走了。2星的风狼是群居的。这白头发的人是谁啊？好强！那是我们精英1队的队长，我姐姐，牛逼！
要是今晚运气好，明天早上一睁眼，说不定男生就回来了。太阳快落山了，走吧，找个能过夜的地方。不错，这地方风水好，起码不用担心被偷屁股。你能不能说点正常人的话？英杰，你们也看上这地儿了？和一起，人多安全，你没意见吧？那能有啥意见？来呗。忍一下，很快就好。这是预警符，有活物踩进30米范围内就会自动燃烧示警。你上次画的那个预警符不是烧成了烟花吗？那叫道法自然，你懂个屁！肉管够，谁饿了自己来弄。哪来的调料？货还挺香，楚灵混给的，他自己调配的提鲜粉，纯零草做的，吃了还能维养经脉呢。你干嘛？帮你把头发扎起来呀，不然待会儿吃肉，油都蹭到头发上了。我自己来。你会吗？别动，马上就好。那头异兽就从我脸前不到1米的地方扑过去，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下意识就把盾牌往上一顶。得了吧，你那哪是顶？我看见了，你下的手滑把盾牌扔出去了，刚好砸在他鼻子上。屁，我那是战术性脱手。行了，你们接着吹，我带人去盯前半夜。早点睡，明天应该能恢复南山了。没有一个落单的。这帮学生比我那届强。76%，这都没成，狗东西！什么情况？一席，姐，大清早的，您可是拆家玩呢？吃饭，赶紧吃完干活。干什么活？杀异兽。我怎么感觉姐今天比昨天强了不止1点半点？据我观察，她这是化悲愤为力量了。太安静了，都停下！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出事了！3号营地呼叫，有异兽发疯了！7号营地有伤员。兄弟们，来活了，全速驰援！给我！伤了没有？我没事。老鼠男、小疯子，带他们去后方汇合点。那你呢？我先走一步去救人，你们随时跟上。4班轮换，外圈2队一组，2王位不能空。这种程度的异兽暴乱，不像意外。如果真是意外，观测站早该进行试炼了。下午一路跑下来，没见过真正意义上的重伤员。终于他妈的满了！韵杰，你这一阵儿盯着虚空嘿嘿傻笑什么呢？怪瘆人的。没什么，我想起高兴的事情。一起！防御队形，都别乱跑！我操，这是受潮！慌什么？拿武器！精英小组顶在第一线，想活命的就跟着我一起上！有力气的出气，没力气的照顾伤员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老师不可能瞎，都撑住！妈的，姐一个妹子都冲了，咱们带8的还能怂？姐，杀出去！补一补位，别让他们绕进去。英姐，我不行了，精神力枯竭了。
是战老，老师来了，得救了！战老牛逼，活下来了！战老特意给咱们留着活口刷修为呢，快，趁先补刀啊！精彩，真精彩！堂堂铁壁牢笼战吴刚，沦落到给一群小崽子当保姆，真是让人唏嘘啊！降临派，江陵派的杂碎，你们手伸得够长的。这是华夏军管区，真当军方的剑不利吗？军方他们忙着呢，顾不上你们这荒山野岭。这么多新鲜出炉的天才灵魂，圣族的祭坛会非常满意。第一，跪下来，本座赐你们转化为圣族的荣耀；第二，全部死在这里。所有人向3号出口全力撤退！战老，我不走，反正横竖都是一死，我们不走了。特的给老子闭嘴，快滚！少在这里碍手碍脚，老子还轮不到你们这群小屁孩来担心。你们只管跑，待老子杀光这群杂碎，自会去和你们会合。想跑？今天这试炼场里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找死！往3号出口跑，不要回头！战老，我刚才那台词怎么样？够不够狠？有没有那个味儿？台词就那几句狗屁台词。你他妈是不是趁着演戏在那故意真骂我2句？哪有的事儿，战老您多心了。堂堂铁壁用龙沦落到给一群毛都没齐的小崽子当保姆，这词儿哪来的？谁教你的？剧本上写的是铁壁战神，你自己改的长龙和保姆，我们在后面差点笑场。你小子当初上学的时候就嘴欠，高3在教导处罚站，偷偷在墙上刻秃子战老。那不是我刻的，那是英力刻的。英力刻的你没擦，那就是你的。战老，您最后那一下气血金杯是真往我身上轰的吧？我肋骨都快断了。防御太差，怪我。战老，应杰他们这批人按角楼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就到3号出口，那边的收尾我亲自去。那小子从小就认得我说话的调上，骗不了多久，正好给他们露个馅儿，省得一群崽子太难过。放心，不耽误您后面做思想教育工作。看到了！好，全力冲！老子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个天才垫背！哇，应杰！手感不错嘛。白川哥，哟，反应挺快啊，小牛子。不过你刚才那个表情是怎么回事？张开胳膊等，你是不是看太多英雄电影了？薛百川，你个屌毛，我他妈踩死你！哎，冷静，这是演习，这是演习。所以这老没死啊？爷奶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女儿怎么累成这个样子，脸都白了？不是，就是运动量有点大。先吃饭，奶奶给你炖了你最喝的牛尾汤，好好补补。爷爷奶奶，我吃饱了，太困了，先回房睡觉了。快去快去，今天早点休息。这是魂修第一步的表现，神魂出体。好恐怖的实力，是爷爷还是奶奶？这丫头。
我靠，兄弟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行吧，这眼睛放男生身上还挺帅的。同样修为在男生体内运转，比女生快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天赋效果3，你瞅啥？我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这系统取名的品味是真的没救了。爷奶，饿死了！牛子，变回来了。奶，饭呢？唉，大孙女没了。奶，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变回来了。爷，您瞅瞅这身板，比前2天那个娇滴滴的样子，是不是顶用多了？臭小子，尾巴翘上天了，赶紧去上学。前2天的小姑娘模样多水灵，我还没稀罕够呢。奶，终于回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昨天那场面太顶了，杰哥那身手一柄苗刀舞得跟神仙似的。懂什么叫天赋吗？杰哥不，杰姐觉醒的天赋，那品级肯定低不了。那你说杰哥还能变回来吗？玄，能活着就是祖坟冒青烟，变成女的这就是天赋的代价。以后啊，咱们的杰哥大概率就是杰姐了。哎，你们说杰姐要是真变不回去了，将来是不是得嫁人啊？没戏，杰姐那脾气，正常人扛不住，就杰姐那暴脾气，那巴巴形象，谁敢娶啊？真是替未来姐夫感到悲哀啊！我操！杰哥，你变回来了？是啊，不仅回来了，还亲耳听我的好哥们儿这么关心我。杰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好啊，回班路上你好好给我解释解释。别打脸！都坐下。首先，恭喜大家圆满完成了初见杀实战演练，你们每个人都证明了自己有成为合格战士的潜质。其次，公布本次演练的最终积分：精英1小队队长应杰，总积分230分。我操，230分，真的假的？比第2名高了快1倍。应杰就算变成女生，不是更猛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学校的后勤兑换系统将对高3所有学生全面开放，想要丹药、血肉、修炼室或者导师辅导，全部都可以用积分兑换。绝大部分基础和进阶功法都可以免费向系统申请，但有专利的都门功法需要完成评估或任务才能获取。从今天起，积分就是你们在学校里最硬的通货。积分太少了，体修、法修、魂修都要资源。杰哥，到底怎么变回来的？你是自己变的，还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行了，一个一个来。你这个天赋是不是能自由变身？大概就是切换。我能在男生和女之间切换，男生女生的属性侧重略有不同，但不是想插就切。触发条件跟情绪、身体状况之类的都有关系。这么说，他还会变回来的？他们在高兴什么？杰哥，说真的，你闭嘴。你刚才说情绪和身体状况会影响变身，那按照我和小疯子的亲身经历推理一下。等等，你别推了，赶紧闭嘴。前天试炼场里，女杰哥拿树枝抽了我和楚南整整1下午，歘歘的那一顿抽啊！所以我大胆猜测一下，女杰哥需要打人才能变回男身，是大 S。我也懂了，全体目光向我看齐。由此反推，那男杰哥是不是需要被打才能变回女身？也就是说，杰哥，你其实是爱母，应杰是爱母。对。楚南，不斩风。杰哥，你干嘛？过去接下午实战课擂台见，我让你们亲身体验一下，到底谁是。我错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还可以再多说2句，反正下午一并算。应杰要1打3，真的假的？对面可是楚南，顾斩风、霍去袭，随便一个都不是善良。天真，一星是1星，雀鞘数量和个体数值差距，咱仨配合好了，未必不能少挨点揍。你瞅他那表情，看我们跟看3盘菜似的。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冲就完了，加油！3、2、1，开始！漂亮，这个配合。不对，什么鬼？杰哥，等一下！怎么认输？那可不好使。不是，你打我的时候是不是顺便奶了我一口？我也是，我这手腕失恋的时候扭过，刚才还酸，现在全好了。拳头抹点风符，边打边消毒。你过来，霍去疾别装了，你呼吸频率都变了。过来，我再打你2拳。杰哥，你还打？你不是都发现能奶了吗？研究怎么奶不就完了，干嘛还得打？不打你我怎么研究？能不能打轻点？你放心。
白了，那能不能别打了？你们身上现在是不是真的一点伤都没有了？确实没有了，连旧伤都好了。最后一下。你说的啊，最后一下。啊！不对，这次怎么没治愈我？我感觉骨头都快裂了。这回又好了。这下你他妈又打2片，你说的最后一下，这都最后第3把了。这不是完全被动，是跟我的主观意志走。更离谱的是，消耗很低，刚才打了几十下，精神力不到1成高，气血几乎像没动过。刚才的事大家都看到了，我的天赋附带一种治愈能力，打人的同时可以修复对方伤势，包括旧伤。所以有没有志愿者愿意上来和我打一场的？放心，无论谁受伤我都能给治好，包括你们身上的旧伤，除了过程中疼一点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你哪伤了？邪哥，我腰子疼，他前天晚上折腾过头了，虚了。你来这儿治这个？邪哥，你不是说包治百伤吗？这也算伤吧？好了，腰不酸了，腿不软了，下面都有感觉了。邪哥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说啥我干啥。行，快闭嘴，滚下去。真的假的？连那个也能治？开盘了啊，开盘了！今天是杰哥还是杰姐？压住从速，我赌5个积分。今天是杰姐，这话你敢当他面说？我赌今天是杰哥，必须是杰哥。我这胳膊已经等了3天了，我肋骨裂了2根，医务室就给我贴了张膏药。所以兄弟们，只有杰哥能救咱们。是杰哥，杰姐，你怎么又不来了？杰哥，肩膀疼。好了，全好了，杰哥威武！今天不是说好了要去聚灵室？今天把剩下的全部补齐到36，3才圆满，直接冲超凡境。1个月从觉醒到超凡，而且还是3修并进，这速度太离谱了。我帮你去领积分，你直接去蓝老师那请假。够意思，老沈。德行。兰姐，我请半天假。要去聚灵室？今天差最后一步了。3号聚灵室今天空着，我已经帮你申请完了。超凡境之后，你就有武安局的义务任务了。去之前要想清楚。谢了，兰姐。才1个月啊。3修圆满，开干。你该知道。我操！我引导了灵气了！不会吧？那家伙，果然是那家伙。吐口气就如此威力。不是，我还没使劲啊。男生和女生都会散发独立光环，男生能给团队加护盾和群体回血，女生是破坏 buff， 能提升附近人的攻击和速度。护盾回血加群体变强，太变态了。我在6边形战士的路上，是不是走的有点太远了？兰姐，我能解释。不用解释，聚灵室的维修费用，回头会从你的积分账户里自动扣除。能不能打个折？不能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去校长室，霍校长找你。
坐。超凡境觉醒刚1个月，很好。校长，您找我有事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能再把应杰当孩子看了。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类战士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应杰除周日公休外，每周还能有2天不在校，用来执行5安局关严义务任务。任务可以通过学校截取，类型、难度、地点都会经过学校筛选，根据你的境界与能力匹配。好吧，让他来校长室。校长，您要是有事处理，我晚点再来也行。坐下。等会儿要来的人是冲着你来的。进。这个花纹是合欢宗的人。霍校长，好久不见。作为本年度金海市高中生里第一个迈入超凡境的学生，他们表示很惊喜。就是他。我叫谢早，合欢宗内门弟子，宗内人称空虚公子，直接叫我谢早也行，叫学长也行，叫空虚公子也行，都无所谓。5安局给我来电话的时候，我也反映了一些关于着装方面的意见。穿上它，我的气血恢复速度能快1成呢，够骚，够显眼，让敌人第一眼就盯着我。谢早站在战场上，确实像个自带嘲讽的目标。应杰同学，看你表情，是不是有什么想问的？大可以问出来。合欢宗是不是传闻里说的你们修炼的方式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问我们合欢宗是不是真的靠双修修炼的？这也能直接说吗？确实，我们就是靠双修修炼的。就像我目前有4个双修对象。你说你有4个双修对象，这个合法吗？喏，这是我的合欢证。灵气复苏后，特殊宗门的修行方式和世俗法律有冲突，所以官方专门立法做了豁免认定。我和4个搭档都合法合规，各取所需，甚至有人有家室也不影响发展。这世界也太开放了。我觉得你肯定想歪了。合欢宗双修的核心是2个修炼者建立灵气共振通道，互相补短板，加速修炼。因为共振要求灵魂频率高度契合，所以精神层面会非常亲密。外面就传承了各种别说了，但那真的只是附带反应。说正事。今天凌晨3点17分，雷达检测到异常灵气波动，波动特征初步判定为诡异。去吧。好骚一男的，他敞着胸口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合欢花，那是合欢宗的标志。不会是来招人入宗吧？合欢宗招应杰。你能不能离我远点走？我败坏你名声，我啥也没干啊！你不用干什么，你站在这就够了。我好歹超凡境8星，5安局正式执事。好油腻大叔，这么老还在努力耍帅吗？好心酸，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？他也不看看站在谁旁边，在应杰面前耍帅，谁给他的勇气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们学校怎么回事？你小子在学校里人气这么高的吗？您已成功呼叫88专车，司机师傅正在赶来，距离您1.2公里，预计3分钟后抵达。你叫了网约车？对啊。尾号9527，去第3防线警戒碑对吧？对，师傅受累快点，赶时间。到了，2位，
前面我就真不能去了。这还有10多公里呢，师傅，再往前2公里行就行，我加钱。不行，加多少钱都不行。两位是在网上拍段子的吧？赶紧回去吧，这边真不让瞎转悠。这备忘里就是异兽乱窜的荒野，我这车没护盾，进去就是个死。行吧，师傅记得给我开张电子发票啊。我说谢大指示，13公里，真没专车吗？车库有200多辆，但我没驾照。你一个武安局执事，连个驾照都没有。我4个双休对象，连睡觉的时间都得挤，哪有时间？为什么不买自动驾驶灵能车？还有一辆带初级防御阵法的代步车，那都贵得离谱。拿自己的钱买车跑公差，我疯了吗？交通费凭票报销，不用白不用啊！不用看了，腿着去。把这个穿上。你这身出去，等于在脑门上贴着4个大字：我是菜鸟。你这什么破衣服？路上随手买的，凑合穿吧，防风防刮。你这身这么扎眼，你怎么不换？我不一样，谁要是惹急了我，我直接发定位，抽借我师尊飞过来收拾他。牛夫，走着。我操，这年轻人跑这么快！有人，很正常。这是咱们的金海，灵气复苏后，世界版图扛了不知道多少倍，城市之外的地方都归于原始，这里面藏着海量的灵药、矿石，甚至还有黄金时代陨落强者留下的遗产。有利益就有不要命的人。那这里的人都是冒险者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亡命之徒，犯了事逃出来的，或者干脆就是降临派的余孽，反正不会是什么良善之辈。那他们不怕异兽吗？异兽算什么？大多数异兽只是受到灵气灌体产生变异的野兽，它们只长肌肉不长脑子，遵循的是杀戮本能。妖？对，妖。动植物开启了灵智，懂得运转粗简的修炼，这就叫妖。他们有智慧，有社会结构。一部分妖对人类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有相当一部分是把我们当做大补的血食来圈养的。不过这种地方距离人类城市还是太近了，很少会有妖出现，而是要告诉你，在野外最该防备的是人类。别碰，这东西叫血藤，变异植物里最常见一种寄生藤，靠吸收土壤的灵气存活，平时不动，但一旦感应到大量气血靠近，它会用倒刺节扎进皮肤里吸血。普通人被缠上，半个小时就能被吸成人干。你看那几栋，那是什么标记？野外通用暗号，有主了，别进来。你以后在外面跑任务，看到这种标记的地方，能绕开就绕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住的是冒险者还是逃匪。他们怎么这么老实？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！吵什么吵？你以为野外是都市休闲小说，看谁不顺眼就冲上去叫嚣，你会瞅啥？真正在外面跑的人，眼睛毒着呢。他们判断一个人好不好惹，在无法得知真正实力的时候，不看脸，不看装备，看气质。气质？在野外混的大多都是穿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越是花里胡哨，越是不按常理出牌，要么是脑子就有问题的疯子，要么是实力强到哪个在乎暴露的狠人。暴露框架正身中显眼，明明是因为过于离谱，反而把人给吓住了，这算什么？负不得正吗？太安静了。能注意到这一点，说明你上道了。荒野里最怕的就是安静，要么是有什么东西，连动物都不敢靠近。你闻到了吗？肉。这地方开饭店，给谁吃？给那些在外面跑的人吃。荒野据点里有饭馆、临时旅点，都不稀奇。有人的地方就有买卖。但这种地方的东西，你最好什么都别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锅里炖的是什么肉。都看什么看？两个生面孔，要点什么？不饿，进来随便坐坐。老板，来2杯白水就行。随便坐坐？你们以为这里是城里的咖啡厅？给老子滚出去！
什么都不要来我店里干什么？老板，消消气，我们真就坐一会儿，不添麻烦。要打滚出去打，别砸老子的场子！超凡境3星左右，在这种荒村的小据点，倒也是够用了。真特么晦气，要死死外边去！别死在老子店里，老子还要开门做生意。这是诡异附体，看来刚才发生的事，全是这诡异搞的鬼。咱运气不错，这次遇到的诡异似乎并不是最恶心的规则系。这几个被附身的载体，你先试试应对一下，打不过了再喊我。还他妈傻站着，赶紧跑啊！倒不是个坏人。冲我们来了，你们俩先跑！不用，我来。我的治疗能力，不知道对诡异有啥效果。我操，还真管用！砍拳，再给我一记鞭腿！这哪是新人，这是个树枝怪啊！小兄弟，谢指示，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我得回去把车里的物资处理一下。那个英杰兄弟，你要是不嫌弃我这个粗人，咱们加个绿客炮，以后你要是有什么用得上瓦哥的地方，随时招呼。苏叔看您说的，您是我长辈，我叫您叔，您直呼我名字就行。那个苏叔，您回去之后可以跟苏婶儿再试试。是什么？就那个造小人儿。英杰小兄弟，你这玩笑开的，我之前在车上不是说了吗？我有隐疾，不知道哪里受过伤，也可能是天生的，医院都说没救。可能有。苏叔，我的能力有点特殊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在揍人的时候，能把庞大的生机打进对方体内，修复伤势。刚才在饭店里，那团诡异附在您身上，我为了把它逼出来，顺手给了好几下狠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灌进去的生机量非常大，连断裂的脊骨和陈年旧伤都能瞬间痊愈。您那个隐疾，没准也就是气血淤堵和器官衰退，在那种级别的生机冲刷下，绝对已经通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骗您干嘛？不瞒您说，这1个月在学校，我用拳头给起码20个同学治好了奖励过度引起的肾虚。当然，我也回去感受一下，和以前不一样了是肯定的。英杰，我大恩不言谢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哎，叔您别激动，赶紧回去验证一下才是正事儿。而且叔，您要是真想要孩子的话，最好是喊我一声，让我去给婶儿把身体也恢复恢复，不然年纪大了生孩子有危险。对，兄弟你说的太对了，还是你想的周到，我这就去试试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杰兄弟，不，杰哥，杰爷，有话好好说，别犯病。你刚才说那方面也能治？能治。神医啊，杰哥，救命啊！外人都羡慕我合欢宗内门弟子，可谁知道我的苦啊！杰哥，你给我调理调理，我要求不高，能让我撑过今晚的宗门考核就行。你确定能扛得住？来，只要能让我恢复如初，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惨了，我也认了。轻点，轻点！再生父母啊！进度条已到100%。这次探险竟然直接把变身条件拉满了。爷奶，我回来了。牛子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？不上课了？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没不舒服，
我感觉我好极了。我今天早上突破超凡境了，现在是超凡境零星选手。你再说一遍，超凡境。对，超凡境。今天早上在学校聚灵室突破的。好啊，1个月，你才觉醒了1个月呀！好小子，没给你爸妈丢脸。行了，老婆子，哭什么？这是大喜事儿。对，大喜事儿，我这就去多买点菜，咱晚上好好庆祝庆祝。不行，这事儿得告诉你哥。应力那小子当年花了3个月，还天天跟我们选调，我得让他看看他弟弟有多厉害。咋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啊？小丽呀，你赶紧精神精神，家里有大喜事儿。啥大喜事儿？咱家老宅拆迁了。哥，我今天早上突破超凡境了。你再说一遍，你突破啥了？我有网打钱，牛逼吧？我操，1个月，你他妈开挂了吧？注意你的素质，怎么跟你弟弟说话呢？爷，我这不是太激动了吗？小子，可以啊，你这修炼速度放到上京也是天才的级别了，比你哥我牛。哥哥，你快点下来呀，这里好凉快呢，大家都在等你涂防晒霜哟。哎呀，我们宿舍楼下这帮女同学又在搞联谊活动。应力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跟我说你在宿舍补觉，你就是这么补觉的？爷爷，您听我解释，这是幻觉，这是新型的阵法演练。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又在外头沾花惹草了？别，爷，我发誓我绝对是个正经人。爷，奶，为了庆祝老弟成功突破超凡境，我决定了，我明天就回金海一趟，好好看看二老，顺便指点老弟的修炼。小林，你真要回来啊？明天就到？对，最近不忙的，正好有个需要回金海执行的任务，做任务和探亲两不耽误。那感情好，你到了提前说，明天晚上咱们全家去外头吃大餐。得嘞，还是奶奶疼我，那咱们明天见啊。明天我就要变女的了，老哥要回来，还明天就到，完了。姐姐，你咋不走？不急，你们先去，我等会儿。姐姐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该去男更衣室还是女更衣室？哇，这可是个世纪难题啊！姐姐跟我们走呗，都是自己人。我不去。英杰，你的训练服在女生更衣室，按你现在的身体数据定制的。等等，我自己走，别拉。你们先进去换，都换完了再出来叫我。这也太麻烦了吧？好吧，我们先进去。好啦，都换完了，快进来拿你的衣服。啥？就这？你们先出去，我自己换。这套训练服背后有灵纹密封扣，你一个人可能真扣不上，我能穿上。这破扣子怎么在背后啊？需要帮忙扣背后的密封扣吗？只扣这个，贴进来。姐姐，你这气场也太犯规了吧？看什么看？再看老子把你们全丢进训练池里，清醒清醒！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还得是老沈，帮大忙了啊！既然你诚心诚意的服务我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不跟你计较刚才的事。全体注意，不准单独触碰未知物体，不准离开我的感知范围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进。我操，这光！我靠，这水！这也太舒服了。靠，真的是秘境，书上写的都是真的。好了，集合。这片海域是你们未来几个月最重要的训练场。第一，阻力，水的阻力和空气完全不同。那我不变成废物了吗？你本来就是。第二，呼吸与灵气循环，水下闭气不是问题，问题在灵气吸纳。第三，感知，水下可视距离有限，声音传播方式也完全不同。水下战斗的核心逻辑和陆地完全不同，最主要的是谁更能适应水。军方有成熟的训练体系和通用功法，我现在下发给你们，功法回去慢慢消化。今天的首要任务不是练功，而是下水。所有人跳下去，先让身体适应海水的阻力、压强和温度。简单来说，你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别淹死。放心，我真就是回金海探个亲，顺便把任务结了。我这人最专一了，有你们我就知足了。我保证不主动加任何女生联系方式，也不随便跟女生说话。喂，奶奶，哎，是我到金海了。今天这趟车没晚点，一路顺风顺水。现在才下午2点多，我先去趟一中，给牛子一个大惊喜。
高三2班到底在哪儿啊？赶紧回去换衣服，老哥应该回来了。我操，正点啊！你好，这位可爱的学妹，打扰了。看你这么着急，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我是你们前几届毕业的学长。那个学妹，怎么有股熟悉感？她为什么有些生气？是我搭讪的有问题？不可能，绝对没见过这么极品的女生，哪怕在街上擦肩而过，我心里绝对会记得一清二楚。你认真的吗？抱歉，刚才是我唐突了，一定吓到你了吧？其实我是来学校找人的。你知道高三2班现在在哪训练吗？我弟弟就在那个班。高三2班，这个我熟，我就是2班的。那太好了，我弟弟叫应杰，你认识吧？认识，太认识了。那麻烦学妹，你带我过去呗。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周日我单独请你吃饭。好啊，不过吃饭不急，你先把手给我，我给你带路。不对劲，10分有19分的不对劲。高三2班，超凡境，怪力，还这么眼熟。这个可爱学妹，该不会是那小子的女朋友吧？还握了手。我应该在这多躺一会儿，好好反省。防住了外人，没防住家贼。第一次被搭讪，居然是自己的亲老哥。风来，火来，我操！雷来！天雷火龙卷，谁在擂台那边搞事情？走，有热闹不开碍事人嘛！这哥们谁啊？这么肉！弟妹，是大哥不对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我弟弟的女朋友，不然打死我也不会那么草率。什么情况？应杰怎么跟他哥哥打起来了？等会儿，他们刚才说你是谁？这不就是我们杰哥吗？今天女生模式。对啊，应杰啊，我们高三2班的班宠大人，全校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住手！你们不要再打了，所有人散了。应离，霍校长，我就不废话了，你旁边坐的就是你弟弟应杰。觉醒天赋的附带效果，细节涉及保密，你只需要知道他会在特定条件下切换为女性形态。总之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所以我刚才在走廊里拦路搭讪的那个，一直是你弟弟。你笑什么？我就是稍微松了口气，戏弄自己亲弟弟，总比戏弄了弟妹罪恶感小一点。不过杰子，全家都知道，就瞒着我一个。本来是准备好好跟你说的，谁知道你不先回家，直奔学校来。说真的，变成这样会难受吗？还行，习惯了。别碰我头发！手感不错，比以前那个钢丝球软多了。你找死是吧？来啊，再打一轮，这回我还手哦。谁怕谁？老哥，你干嘛？这什么眼神？牛仔，你知道吗？我应离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是没有妹妹。我跟你说，当年奶奶就整天念叨想要个孙女，搞得我也想要个妹妹，结果你出生了，又是个带棒的。现在好了，这不就实现了吗？我应力终于有妹妹了。本来准备送你一个空的黑色储物手环当超凡境的贺礼，但是现在嘛，既然老天给了我一个妹妹，那当哥的就得重新考虑送什么了。这个粉的虽然我自己用了1年多，但品质是中品灵气级，空间比普通储物手环大了3倍。你一个大男人用粉色储物手环，我愚蠢的妹妹啊，这里面的东西可是老哥我这次带来的全部家产，通
通通给你了。应力，你是不是想死？你要是想看，出门右转去合欢宗排队，别特么把这些变态玩意儿塞给我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要联络感情，回家再联络。今天学校已经你们折腾的够热闹了，赶紧走，给我这把老骨头留点清静空间。哟，回来啦！哟，爷奶，这是要去参加国宴啊？你这混小子还知道回来？今天是你弟弟突破超凡境的大好日子，我们能不穿隆重一点吗？哎呦，我的乖孙女，今天在学校累不累？饿了吧？你们哥俩已经见过面了啊？怎么样，铁锹？看到你弟弟之后，惊讶？那可太惊讶了！奶奶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今天在学校可是出了一波大糗。牛子儿，笑什么呢？没事儿，爷爷，就是想到一些高兴的事儿。爷爷奶奶，我就是突破个超凡境而已，咋穿得这么隆重？那怎么行？18岁的超凡境，这放在整个静金海基地市，那也是独一份的天才。给你庆祝，咋不能这么隆重？饭店都订好了，就在市中心，咱们现在就走吧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等等，爷爷奶奶，你们看看牛子，今天这么隆重的日子，你们穿得这么精神，咱们一家人都应该穿得漂漂亮亮的。牛子咋就能只穿这么一套校服呢？这也太暴殄天物了吧！奶奶，您不觉得牛子今天就应该穿一身漂漂亮亮的女装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大孙女这么好的身材，就该穿可可爱爱的小裙子啊！可是家里没有适合牛子的女装啊。无需担心，奶奶，这您就不用操心了。牛子现在的储物手环里全是应有尽有，都是我这个当哥的送他的见面礼。哪儿来礼？你们哥俩刚才去买衣服了？爷爷奶奶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哪有这闲情逸致给我买衣服？他送我那手环里的衣服，肯定都是平时买给他的那些女问送的。那些都不重要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，反标签都没拆，都是全新的，送给应杰正好。奶奶，您快让应杰穿上试试。我不穿，太仙女太女生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完全接受不了，打死也不穿。牛子啊，奶奶其实也没别的意思，奶奶就是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。你知道的，奶奶这辈子一直想要个孙女，现在你觉醒了，变成了这样，奶奶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奶奶私心里是真的觉得老天爷帮我圆了梦。奶奶今天高兴，就想着把这个梦做得更完美一点而已。不过你也不用勉强，不想穿就不穿，不用管奶奶这点任性的想法，奶奶绝不强求你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穿什么都好。奶奶，我穿，我答应您，今天就穿一次。哥哥，你最好祈祷那个储物手环里面别让奶奶翻到什么不该翻到的东西。等等，奶奶，我先整理一下。英灵，你跟爷解释一下这是什么？爷爷，这个有个非常合理的解释。你奶奶我活了60多年，你糊弄谁呢？你还有脸把这些脏东西塞给你妹妹？爷爷您冷静一下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这一届太短了，这也太透了吧！我绝不穿高跟鞋。不是，为啥连化妆品都有啊？绝对不化妆，这是底线中的底线。行，不化。我家大孙女天生丽质，确实也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。好啦，睁眼看看。好看吗？不知道，没仔细看。看够了没？走不走？早吃完早回来，早回来早脱掉。走吧，别误了时间。奶奶，咱们订的哪家饭店啊？朝味阁，上个月新开的，在年轻人里面火的不行，我提前3天才订到的包间。老硬头子，好你个老硬头子，这么久不联系我，今天倒让我在这儿碰上了。王战，你个老东西手上没个轻重。老了，控制不住力道了。蒋姐，您气色越来越好了。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您往这儿一站，说您30出头，谁敢不信？谁敢反对？少给我灌迷魂汤！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套？是啊，今天倒是这小子刚完成觉醒仪式1个月，今天非吵着要来这里庆祝。不是我吹，我家王腾这小子虽然比不上你家应力当年那么妖孽，但也算争气了。这小子觉醒了玄级天赋，现在已经是个觉醒境1星巅峰，眼看着就要突破2星的法修了。我孙儿王腾有镇渊之姿啊！这小子瞅我干啥？这也太美了，好想娶她做老婆。哎呦，老王啊，你家王腾确实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不过嘛，跟我家大孙女比起来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我家大孙女昨天早上刚突破到超凡境，我跟老应寻思着，怎么也该庆祝一下，不是？等等，蒋姐，大孙女，你们什么时候多了个孙女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铁牛那小子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牛子他现在情况特殊。行了，老王头，我们先进去吃饭了，回来再叙。你们先吃，我也带这小子回包间了。
奶奶，您吃菜啊，老看我干嘛？奶奶不饿，看我大孙女就看饱了，多吃点，你还在长身体呢。哎呦，慢点喝，没人跟你抢。老哥，你拉我出来干嘛？我还没喝够呢。喝，就知道喝。你要是喝醉了耍酒疯，我可不管你，就在旁边录像，给你发网上。就这点度数，还不给我塞牙缝。哥，我要吃那个。老板，来3根最大的。拿着。这给我的。客气个屁呀！既然你爷爷跟我爷爷是熟人，那咱都是哥们儿。想吃什么直说，今天我哥请客，别害羞。好，哥们儿。好。炭烤沙虫，水晶玉露。百川，老黎子，你他妈轻点儿，老子骨头要散大了。你小子什么时候滚回京杭的？怎么连个屁都不放？刚下火车没2个小时，这不陪家里人出来吃个便饭吗？我操，你又嘘，别乱说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么大排场。哦，李曼曼，确实好久不见。你当初跟我断崖式分手，连条消息都不回，电话直接拉黑，现在就轻飘飘一句好久不见。我们之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今天我陪家人吃饭，不想和你吵。家人？应大公子还真是艳福不浅啊，身边永远不缺这种靠脸吃饭的狐狸精。李曼曼，我警告你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她是我妹妹，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妹妹，英灵，你就算要编理由护你的心，麻烦你编个像样点的行吗？你当我不知道你英灵只有一个弟弟，你哪门子冒他的妹？我看是亲妹妹吧？你看她长得那么好看，皮肤就那么白，腿又长，腰又细，不是狐狸精是什么？你为了护着她，连这种不要脸的理由都找不出来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笑话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操，快看，那不是姐姐吗？我这个乖乖小亲亲的裙子！姐姐，真的是你啊！姐姐，你今天太美了，这裙子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啊！我死了！应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穿着裙子？没有，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应杰，别瞎摸！好什么呀，姐姐，都穿女装了还不告诉姐姐们？快来让我们好好宠爱宠爱！姐姐好，姐姐今天真好看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明天擂台上把你们全打骨折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李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过在一气之下跑去当海后，同时又谈了3个男朋友。老沈，怎么回事？占便宜没够是吧？还想拖我下水？什么？这是什么力量？该死的小妮子！哥，百川哥，大家都被控制了。我看到了，是精神幻境，这绝对是诡异的手段。没有信号，这鬼东西把这片区域的网络屏蔽了。这他妈是在市中心，哪来的诡异感这么嚣张？老栗子，这情况不对劲，敢动我孙子！找死！根据年轻的威压重镇，你若献给那帮刚强写想过孩子的精神海，会直接崩溃白痴。老首长，那可是精神类的诡异手段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孩子们的意识就越危险。慌什么？破局的人在那儿呢，咱们这些老登可不能抢小辈的人头啊！好，老首长，您刚才说您管自己叫老登，怎么着？这词儿用的不对。别提了，你这老首长现在每天晚上刷短视频能刷到凌晨。小王啊，你卡在真元境巅峰多少年了？14年。别把自己绷那么紧，你越是端着强者的架子，心里那口气就越是死的。活人得有活气儿，多跟年轻人混混。哥，你有没有办法？可能这帮孩子身上的幻境力量，至少是其他时刻的10倍、100倍。为什么？他凭什么就盯上我们？你的力量确实有用，但一口气散开太薄，你得集中火力一个一个来。精神类幻境拖得越久越危险，他们的意识正在被一点点消化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干着再说。别碰他，他自己找到破绽了。放你的连环螺旋狗臭屁！你个破幻境糊弄谁呢？姐姐才不会老老实实的嫁给老子呢，还想拿这种劣质巨手来忽悠我楚大将军。姐姐怎么可能穿着纯白色的婚纱，娇滴滴的给我端茶倒水？她只会一记左勾拳，把我下巴打脱节，然后把我摁在擂台上打成粉碎性骨折，最后再一骂我擦一边给我治好。老楚南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还想娶老子？姐姐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都是诡异逼我的灌顶的，强行往我脑子里塞的。
动贴过来叫我主人，我就喜欢他平时被我贴着又羞又怒，想打我又不敢下重手的样子。什么叫姐姐答应跟我在一起了？我不信，起码得追3年。既然是梦境，那我享受享受跟结界的2人世界，再主动打破没关系吧？我明明才刚把他的防晒服脱下来，怎么这幻境就破了？这也行。我这天赋效果到底起没起作用？难道这玩意儿还有滞后性的？赶紧给我醒！你要是不醒，我这算炸弹！别砸了我这100%治愈率的招牌啊！谁在寻找大雨后逃进谁的怀抱？每分每去吧。妈妈，我爱你！我操，还有高手！少年的脸红胜过一切狡辩，我懂。可以留下你的遗言了。我说哥们儿，你在幻境里到底梦见了什么？发生这么多事，不知道变身长到多少了。43，才43？难道我已经习惯了女神？不是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应劫铁骨铮铮，怎么可能辞舵呢？轻点打啊，姐姐，他们已经打了一圈了，怎么您还亲自上啊？昨天你不是叫的很欢吗？再来。姐姐，正面来上我！好了好了，又满血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准。不是，姐姐还能用眼睛治人？以为只有男生才能使用治愈之力，没想到女生也行。她拿来当充电宝用啊！太赖了，全头母天赋边打边消毒。别说了，小心天你去他，给你把 buff 撤了。姐姐的能力给我加 buff， 我出拳速度快了将近1倍。咱也不能只想着自己舒服，姐姐肯定很辛苦。说的对，不能让姐姐把老货电得太爽了。怎么讲？根据霍去疾的理论和我这1个月的持续跟踪观察总结，姐姐变回杰哥的频率和情绪波动绝对有关。姐姐打人会情绪拉高，快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杰哥。什么？那不行。对，才变成姐姐第2天，不能这么快就没了。老霍，你下来，剩下的我来。好重的拳，我的肋骨断了3根，不5根。我还没碰到你。内伤，姐姐的拳意已经伤到我的灵魂了。这帮狗东西，为了不让我变男的脸都不要了是吧？班长，修炼的时候你是不是给我特意加料了？你以为我感觉不出来？你的能力开了好几天，全班都有修炼加成，这个我承认，但我的加成比别人高不对？想干嘛？所以我今天能突破，你至少有3成功劳，对吗？明天周日要不要来我家坐坐？那个，其实全班都一样。英杰，你难道不喜欢我的感谢吗？明天上午10点，福伯去接你。爷奶，沈千雪让我明天去她家。去呗，就这么同意了？去同学家串个门，又不是去野外异兽区溜达。千雪那孩子多好啊，又懂事又漂亮，去玩呗。多大了？孙子、孙女、沈家大小姐，单独邀请专车接送，这明显不对劲儿。是不是被算计了？为什么要答应啊，英姐？你这个死脑子！大孙女啊，您说，明天你去人家家里做客，总不能穿得太草率吧？不用了，我穿校服挺好的，校服展现青春活力。胡说八道！去人家家里做客穿校服，人家还以为咱们老英家穷得揭不开锅了。奶奶，我今天顺便又给我的好妹妹定制了10几套衣裳。姓厉，你又买什么乱七八糟的衣服了？这次绝是正经的常服，都是大牌子，人家导购推荐的全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。他说这些款式
都特别适合腿长的女孩子。闭嘴！哥这可是为了你好，才能把人家大小姐逼得七荤八素啊！我你个大头鬼！奶奶，这些衣服可是花了我不少积蓄呢，纯定制，一件都退不了。对对对，都得试试，不能浪费。我真不穿，由不得你。奶奶，你手劲儿太大了。妹妹，好好享受那些小裙子吧。应离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哥哥等着呢，哥等着看你明天美美的出门，给咱老应家长脸。80%的变身概率，这特么都能失败。去人家家里做客，规规矩矩的，要有点端庄大气的女生样。我是男生，不是女的。非也非也，他现在有2副身体，这就是常态，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带着一个我排斥自己另一半身体的心魔往上走，你觉得能走多远？只有接受自己的全部，才能更进一步。爷爷说的对，男变女，女变男这种情况，在大能身上其实并不稀奇。啊？大能都喜欢变着玩？别说性别变换了，变成猪狗牛羊花草树木的都有。最著名的就是那位被戏称为常试玩大圣的界主境大能，甚至还有野史传言，他还亲自生过孩子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老娘就是死，也绝对不可能生孩子。英杰小姐，早上好。福伯早。今天就当演一天戏。英杰小姐，这还是您第一次单独来家里做客吧？是第一次。我看他对您倒是特别上心。福别，您说老沈啊，那可以说是我的铁哥们了。这种能把后背交给他的兄弟，我应杰认一辈子。能和应杰小姐做兄弟，也是我们家小姐的福气。真奢侈。你来了啊，老沈，今天打扰了。老沈，这是干嘛？家里台阶多，怕你穿长裙绊倒。哇，好漂亮的姐姐！漂亮姐姐好。你们好，你们也很帅气，很可爱。这是我弟弟千星，妹妹千月。千星千月，好名字。月月，这个漂亮姐姐就是咱姐最近天天闹的那个。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，真的好好看啊！别比了，你才15。我没比。月月，你说咱们应该管这个姐姐喊什么？叫嫂子还是叫姐夫啊？什么叫嫂子？什么叫姐夫？走吧，带你参观一下。这是地上的常规训练场。你们家这是把小型要塞搬进后院了？那当然，这可是爸爸花大价钱请阵法大师布置的。地上只是热身，真正的重头戏在下面。陈心妍，这间地下室不仅是训练场，也是避难所。姐夫，姐姐，你吃这么多，为什么肚子都不鼓啊？吃饭少说话。老沈，你这房间够素的。这是什么？送你的。不过年不过节的，送我这玩意儿干嘛？如果没有你的增幅立场，我不可能在1个月内突破超凡境。咱15年的交情，客气什么？这是一件法修册的中品灵器，叫灵师。
中品。佩戴者受到精神层面攻击时，会自动激发一道精神屏障。遇到突发情况灵力耗尽时，它可以作为后备能源。不行，老沈，这太贵重了。应杰，你是不是觉得高考之后我们就不是一路人了？啊，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那我今后的修炼还得靠你的增幅加持呢。你不收，那就是不喜欢我。送个东西喽？行，我收还不行吗？你喜欢就好。你们下午有安排吗？能不能让我们见识一下超凡境的战斗啊？不是姐姐不给你们露一手，实在是我今天没带训练服。没带训练服没关系，我这里有的是。咱俩这体型能穿到一块儿去吗？我说有就是有。换上试试。老沈，你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完全符合我尺寸码数的衣服啊？为什么你家会囤着完全符合我3围的衣服？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那身材，我看一眼就能在脑子里建个模。在学校更衣室里，我都上手摸过多少回了。行，算你狠。这套训练服的卡扣设计很复杂，你自己穿不好。你出去，我自己会换。不，你换不了。老沈，你疯了！我都说了我不用。手抬起来。我不抬，你别碰我拉链。你再乱动，这件长裙撕坏了，你今天就只能穿着内搭走回去了。你威胁我，你居然威胁你英明神武的杰哥！你现在是我的姐姐，你看，这不就穿好了吗？老沈，你帮我换完了是吧？现在我也要帮你换。果真？你高兴个什么劲啊？我知道你一直觉得自己是男生，至少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。大家都是女孩子，互相帮忙换个衣服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你说的，帮我换衣服。我为什么要嘴贱？你手抖什么？为什么班里的女生一个个都这么变态？老沈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还是雷法吗？老沈真是愿我之心不死啊！给我干！雪姐姐居然接下了姐姐的雷法！真正的顶级天才，哪有什么短板？你应该也看出来了吧？你是说千星和千月？他们这辈子无论砸多少资源，都不可能突破觉醒境的门槛。我明白了。听着，你们觉得你们姐姐刚才厉害吗？厉害，当然厉害了。可是姐姐你也好厉害啊！千月，你可看错了，你们这位姐姐可是比我还……你们的姐姐确实很厉害，我们都以姐姐为荣。但我们可能永远也追不上姐姐了。哦，那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你们姐姐施法的感觉？什么？我们吗？要怎么体验？发什么呆？过来，站好别动。我感觉自己变轻了。去，顺着场地跑一圈，用你最快的速度。我靠！我刚才的速度绝对是觉醒境高形体修的速度。远不止如此，你姐姐说你平时最喜欢研究法修测的理论，对吧？调动一下你的精神力，去沟通天地之间的灵气。可是我的属性亲和几乎为0。你可以的，听你姐姐的话，试试。
的。早知道我也背2段口诀了。铁姐姐，谢谢你，今天这一切，我沈千星会永远记在心里。好恐怖的威压，至少是破军境，而且有2个人。我爸妈可是破军境的强者，你要是大叫的话，他们可是会听到的哦。姐姐，你也不想被他们发现咱俩现在的样子吧？啊，我的好闺女，你刚才那是活法！星星，你真的能修炼了，老天有眼啊！爸妈，你们先松手。走，爸爸现在就带你们去做全身扫描。爸妈，星星和月月并没有觉醒。小雪，你胡说什么？妈不会看错的，那是实打实的力量啊！这一切都多亏了我的同学应杰。京海一中高3 2班，那个在短短1个月内突破超凡境的应杰。原来是应杰同学，刚才多有失礼，让你见笑了。没有没有，伯母您太客气了，叫我小应就行。力量是真实的，但只是短暂加持。爸爸你别难过，虽然只是体验卡，但月月今天真的好开心。原来火系灵气经过掌心的时候是热的，但是不会烫手。应杰同学，谢谢。伯父，我没做什么。你做了很多。好孩子，欢迎你来家里做客。伯母冒昧问一句，你那个天赋究竟是何原理？这个……爸妈，咱们别在训练场里干站着聊了，要不咱们晚上一起吃个饭，在饭桌上慢慢聊。对，看我这脑子太着急了，今晚开最高规格的家宴，把我那窖藏50年的玉水酿都拿出来。走，咱们边吃边聊。这算是见家长了吗？咱们之前可没说过还要吃晚饭啊。应杰刚才出了不少汗，我带他去洗个澡，再换身舒服点的衣服。走，跟我进屋换衣服。老沈你冷静点，这衣服我自己能换。大家都是女孩子，互相帮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可我就是那场面，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哦，是吗？我不信，除非你让我再检查一遍。来，小应，整2口。老沈，你也不先问问人家喝不喝酒。伯父伯母，我能喝，当然是要满上喝。这杯酒我替弟弟妹妹敬你。应杰，干了，干！爽！再来。老沈，你不行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往哪儿走？外面不安全，今晚就在我家住下。老沈，别闹。小应啊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大半夜在外面走，确实容易遇到麻烦。客房我都让人收拾好了。姐姐别走。那我真就住一晚。好耶！连我的睡衣尺码都摸得一清二楚。爷奶不会多想吧？这50年的灵酒果然霸道，又开辟了2枚新元窍。明天变男生要我穿吊带，怎么办？找老沈借衣服。明天早上射死的是男生，男生的尴尬关我女生什么事？老师，你疯了！你要干……他想干嘛？我爸妈可是破军境的强者，你要是大叫的话，他们可是会听到的哦。姐姐，你也不想被他们发现咱俩现在的样子吧？我在女同学家睡觉，半夜他竟爬上了我的床。老沈，你干嘛来了？不知道女女说什么亲吗？大家都是女孩子，在一张床上睡个觉，有什么可害羞的？你再过来，我就大声喊救命了！你喊吧，这间客房自带隔音阵法，现在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来救你。你给我老实点！小结终于开窍了，
你别胡说八道！你别胡说八道！就是一起睡个觉，又不会发生什么，你怕什么？乖，不早了，快睡吧。老子明天早上变男的，看谁敢干！他妈的，没睡着，搁置，好兄弟再次回归失败。小姐姐，你昨晚认床吗？你就不怕我一觉醒来变成男生占你便宜？我运气一向很好哦。姐姐姐，下次还来我们家玩。好，姐姐一定来。还是年轻好啊。千雪啊，按照规矩，你也将正式纳入武安局外围。明白，校长。从现在起，你和应杰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队。两位学妹是不是很惊喜啊？老校长，您堂堂镇渊境剑修，居然配合这个变态耍花枪，多有意思啊！你是应杰？这个是我个人的天赋问题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身一次。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恩公这天赋当真是夺天地之造化。说来惭愧，老谢，我之前对你们合欢宗有很大的刻板印象。恩公，你女生的样子确实极美，但是你有对象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我上哪儿找对象去？那不就得了。我谢某人深受建安风景熏陶，平生续好人妻。行，我收回刚才对你的概括。对方不同意，绝对不强迫人家，这难道不是君子之风？你那叫魏武遗风。谢早，你说说今天的任务安排。任务是武安局下发的，今晚8点执行。危险等级应该不高，适合你们练手。恩公，能不能再帮我治治？我上次给你治完才几天？不到10天。才不到10天你就又亏成这样了？合欢宗的事情怎么能叫亏呢？效率比常规打坐高出3倍不止。还没说完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几个师兄弟也想来挂个号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合欢宗定点医疗机构？绝对不是白嫖，有报酬的。里面封了师尊的随手一击。疼。哦，舒服。治你一个，顶我给同学治5个重伤的消耗。下回再来找我，报酬照付之外，还要再付一份伙食费。这根本不是事儿，包在我身上。合欢宗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冤种多。一枚星火镜保命符，倒也不亏。今天和老沈出任务，他还贴心给我准备了战斗服。沈大班长，你是不是又拿我的尺寸，背着我偷偷做了一批衣服？稍微准备了一下而已。夜间任务穿校服目标太大，我总不能让你穿着那条吊带裙去出任务吧？我也不是天天穿裙子，不对，我以后也不穿裙子。那可不行，都给你备着呢。你备了多少？不多，7条生产线罢了。多少？1周7天，每天1个系列，面料都是顶级的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胃口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我下午新练了一个秘法，威力很大，但代价就是极度消耗生机。这种情况已经需要上气血丹药了。别，丹药那玩意儿多贵，我哪好意思拿你的？骗你的，我早就让福拔去拿了一批回春丹和气血丹，看来我准备的那100瓶还不够。100瓶？跟沈大小姐讲客气，纯属没用，纯是对牛弹琴啊！唉，这霸道女总裁的剧本到底是谁给她安排的？我这算是吃上软饭了。哟，两位学妹，这身行头不错啊。老谢，今天怎么开车了？你不是不会吗？这次是跟同事借的车，大晚上的打不着顺风车。顺风车？主要是为了保密，这可是局里的高级货，全自动驾驶灵能车，关键时刻会申请人工介入，由后方专业人员远程操控，所以我们局里私底下都管它叫灵车。老谢，你做一辆叫灵车的玩意儿，你觉得吉利吗？正好，咱们这次的任务坐灵车车去倒也合适，因为这次死人了。龙口城？无需担心，
这车每小时300公里，2个小时就能到。龙口城有自己的武安分局吧？有必要让我们大半夜跨城吗？距离近的任务我没抢到。什么意思？昨天晚上我反应过来时，本部任务已经被抢光了。于大英，41岁，超凡境6体体秀。多少？我错了，这一趟绝对安全，因为我会直接出手。修为多高？超凡境6星而已，我8星，撵他绰绰有余。现任妻子1个，前妻2个，儿子6个，还有6个岳父岳母，他养着家里17口人。他在猎人圈是出了名的老黄牛，赚的钱全寄回家。从1楼到6楼，15户人家，一个活口都没有。15户，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40分钟。这不合理。一个懦弱养家的人，怎么会突然暴起杀人？诡异侵蚀。没错，但又不太一样。于大勇不是那种纯粹失控的杀戮机器，他先处理了自己家人，然后更换衣物，从6楼开始逐层清理。说明他不是单纯的发疯。对，他是清醒的。这才10月份，能冷成杰个样。自己吓自己。啥子声音？乖乖，小区什么时候来了这种级别的美女？啊，我操，太美了，我去！赚了！我就说今天怎么感觉不对劲儿，原来是色批雷达响了。操，谁啊？难不成又来一个美女？又来了一个美女。我家住在3楼，却每天都有人在敲我窗户。大胆诡异，竟敢在我武安局面前作乱！回去。妈妈，是你来了吗？老谢，这玩意儿交给你了，我嫌脏。来了！哟，这不是女祭司的隐藏战败 CG 吗？不愧是玩女祭司的，果然有奶便是娘啊！野草，我是在活跃气氛。活跃你大爷！救命啊！怎么，谢大指环没飞稳，坠机了？风大，给我刮出去了。你没事了，诡异已经被清除了。刚才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你先说说，在我们来之前，你经历了什么？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，第一次拉开窗帘，外面什么都没有。等等，你说第一次？就听到了一次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响了。你为什么？以为外面有人。这是敲窗鬼。敲窗鬼是规则系诡异中最弱的那一种，3次之中，只要有一次你正好拉开窗帘和他迎面撞上，就会触发杀人逻辑。那我不理他不就行了？他会每隔2个小时来敲一次，直到你崩溃或者失误为止。纯扰民啊，这玩意儿。资料上显示，这栋楼6楼的602登记在于大令前妻名下，但他来过，只有进入记录，没有离开记录。你在这里不要走动。
眨眼，也别转头，这是背对鬼，也是规则系。一旦被他贴脸，他就会强行扭断你的脖子，把灵魂抽出来吃掉。别用常规法术，你的雷法打过去只会穿透他。这么烂！我来眨眼让他靠近，你们找机会用精神力攻击。不用，我来眨眼。你疯了！你们帮我打个辅助就行。准备好了吗？就这特么就直接死了？就没了？好像是没了。这不符合常理啊！我啥都没干，我就眨了个眼。管他怎么死的，死了就行，赶紧干活。小心！又没了。这些玩意儿弱的可怜，连破防都做不到。你确定他们是规则系？弱，太弱了。规则系诡异，成型极难，一旦诞生，起步至少是超凡境。你的意思是这些诡异是不正常的？没准有人在这里用活人养蛊批量制造低阶规则系体系。走，先去6楼。嘘。没人。这些杂乱脚印是龙城五案局白天搜查时留下的。他们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什么都没找到。现在的情况很棘手，线索断了。直接用神识扫一遍。不行，传统的神识扫描在法律上绝对不被允许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有简单的法子。不管是他自己在养蛊，还是被什么东西寄生了，核心都离不开一个字鬼。我把破坏力场往外一放，无差别覆盖整个小区。你想用你的力场当超大型扫雷器，是这个意思？思路没问题，但有一个硬伤，范围太大，血气不足。全覆盖、不绑定、无死角的地毯式扫荡，确实有点吃力。不过我刚学了个新秘法。老沈，今天这任务的风头我出定了。这里有32枚气血丹，饿了就当糖豆吃。谢了，老沈。1档，开。2档，3档，开！开什么雷天玩笑？就这？找到了，趁现在，走。那些不自然的小动作，我再熟悉险些阵，你们五案局来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和你真心爱过。徐大勇，你疯了吗？就算你生活压力大，就算你过得不如意，你搞出这种丧尽天良的血迹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妻儿父母，亲生儿子，这是同类诡异的变种。这玩意儿是1个月前在荒野里沾上我的。18岁那年，我就开始跑荒野。23年，我在荒野里拼了23年。我不信啊！我怎么敢信？就是做了鉴定，6个儿子都不是我的。老大、老二是楼下老王的，至于老五是我亲弟弟。你们猜，全家17口人里面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？16个，16个人全都知道。父母、妻子、岳父、岳母，甚至是那几个孩子全都知道。23年，我在荒野里拿命换钱。他们把我当成瞎了眼的血豹！啊！你们说他们该不该死？
我杀了他们，我有错吗？我拿命换来的资源，全养了这些。别装了，你戴了6顶绿帽子，被至亲之人背叛。你把背叛你的那10几个杂碎碎尸万段，我管不着，也不想管。但你只杀了那些背叛你的人吗？地上的47颗心脏，那些无耻背叛之人最多就10几个，那些被你牵连进来根本不知情的孩子、老人呢？于大勇，你别拿你的惨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武安局铁律，人族的底线不容玷污。于大勇，现在束手就擒，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我是为了阵法彻底成型啊，蠢货们！杀了他们！操！真以为老子这超凡境8级是睡出来的？这破阵法能给他们无限提供恢复能量。你们俩先走，别让黑气近身。漂亮女人，全都是天生就会骗人的婊子！操！这些怪物都打不死！半步星火镜，叶姐，别傻站着，直接把我给你的那个护符用了，不用省，捏碎它，回头我再给你。死！全都给我死！4档、5档、6档、7档。第8档起增幅倍率由加法切换为乘法计算。8档。给老娘开！8档开！白虎问天，找死！这种货色一拳秒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超凡境，比消毒过还干净。接着，静姐，先别睡，张嘴，把这个吃了。别睡，求你了，别睡。完了完了，这丫头太莽了。我在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听着。你说什么？老沈，范范。爽！恩公，你给我交个底，你那秘法真就一点副作用都没有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这秘法极其非凡。你管这叫副作用？那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刚才开8档不累啊？老沈，你这酒店选的不错啊。舒筋活血草，我特意让他们多加了几分，泡的差不多了，走，干饭去。服务员，再上10份烤牛排。
恩公，你这肚子是直接连着虚空巨兽的胃吗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破而后立。慢慢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不用老沈，你先吃你的，我等会儿吃完了也帮你扒虾。老沈，你干嘛？你不是在隔壁有房间吗？来给你检查检查身体。检查什么身体？我好得很。你今天强开那种级别的秘法，经脉和骨骼深处肯定留下了暗伤。这是什么？沈家秘药梵天龙骨膏，你自己瞎抹，纯属暴殄天物。脱吧，趴好。先说好，只能抹后背和腿啊，别的地方不需要。好美的身体，忍一下，很快就好。老沈，你这手法可以啊。老沈，你这手法到底是在哪儿学的？闭嘴，慢慢感受你的药力。靠，竟然拍我屁股，好软啊！变成女生的我，竟被班长按在床上吃豆腐。老沈，你干嘛？一个浓眉大眼的沈千雪，趁人之危是吧？叫唤什么？大家都是女孩子，拍一下怎么了？手感真好啊！你往哪摸呢？乱动什么？这里的经脉最容易受损，不揉开，明天你根本下不了床。行了，翻个面。干嘛？前胸不需要淬骨吗？肋骨不是骨头。不行，我是体胸，胸肌发达的很，不需要淬炼。你现在哪来的胸肌？你那是2座大雪山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我这是在捍卫最后的尊严。行吧，不翻就不翻，那你侧着点身子。老沈，你手往哪放呢？推拿本来就要覆盖周围的穴位。老沈，你这东西它正经吗？我这是正经的药，不正经的是你脑子里的废料。老沈，明天一早变回男生之后，我看你怎么面对我的好兄弟。好兄弟终于回来了。我还挺羡慕你的，不仅能上能下，能前能后，还可男可女。
好谢，你刚才说谁可上可下？时间不早了，恩公你赶紧换衣服，楼下餐厅见，拜拜了您嘞。行了，到地方了，赶紧下车。你再完成一次任务，就可以向金海分局申请执事考核了。不是吧，姐姐才回来几天啊，怎么又变了？我好不容易变回男的，你们就给我这个态度是吧？现在全体跟我去训练场。你个中二病，给老子躺好！哦耶！无限复活的训练太有效了，今天下午一练，变身概率已经冲到70%。我靠，概率怎么到78了？这帮人是故意的。杰哥，请务必用你那充满生机的拳头狠狠的蹂躏我，我揉你脸上。好嘞，杰哥。凭什么？今天为什么不做我？杰哥，你打吧，我扛得住。法修的怎么也来凑热闹了？这怎么下手？杰哥，你别脸上是玉啊，大脸也没关系，只要能站好就行。擦一擦，一身臭汗，伤风败俗。今天到此为止，你消耗太大了。我订了100斤高洁灵肉，你现在这个状态需要大补。老沈，你这也太豪横了吧！为了让我吃顿饱饭，你居然直接在学校食堂包下来一个堂口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这是觉得高三学业繁重，想为咱们学校多做点贡献，让大家都能多吸收一些营养。扯淡呢！那窗口除了我，谁去打饭？哼，那几个大厨看我的眼神，跟看猪圈里最能吃的那头猪一样。谁说是专门给你准备的了？那是给我的姐姐准备的。至于你，在我眼里就是个皮套罢了。什么玩意儿？皮套？我这才是18年的原装肉体，你管这叫皮套？对啊，一个用来给杰杰积攒变身进度的工具人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决定了，我要把你沈家直接吃到破产！就你还差得远呢。说正经的，什么时候再来家里做客？你是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，在你的生机灌注下，千星和千月，说不定真的能打破绝脉的限制，获得修炼天赋。我下午的时候其实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不过老沈，这事绝对急不得。你看陆晨渊他们几个本身资质就不差，千星和千月不一样，他们是零天赋。我要是按锤陆晨渊那种打法锤他们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这事确实要从长计议。那你先回去，你下午消耗那么大，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早上我会带几套最新款的女生衣服给你。不行，今晚绝对不能睡，我要通宵修炼。应杰，快过来！你怎么还没走？这都放学半个多小时了。本来要到家了，我老叔非得把车开过来，让我在这蹲你。哎呦，我的硬小兄弟，我可想死你了！大强叔，你这手劲见长啊！小兄弟，你那几下子真是神了！你们在嘀咕什么见不得人的呀？去，小孩子家的，瞎打听什么？今晚无论如何，你得去叔家里吃顿便饭。行，大强叔，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蹭一顿。伯父伯母好，婶子好，我是应杰。小杰，都长这么高，你都多久没去过婉儿的家长会了？小杰啊，快坐。婶子您太客气了，我在门外就闻到香味了。今天来了就当自己家，千万别客气，敞开了吃。伯母您放心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客气。叔婶子，伯父伯母，时间不早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家里爷爷奶奶还等门呢。叔送你，大晚上的一个学生不安全。不用，开酒不喝车，喝车不开酒啊。大强叔婶子，我再帮你们调理一下身体。小杰，你这让婶子怎么报答你啊？好小子，叔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严重了，这就是举手之劳，对我完全没有负担。造孽啊！我只是睡一觉，又他妈变成了女的。不是才刚90%的概率吗？这10%呢？救一下！难道是我又变大了？他的尺寸没摸对吗？小姐，应小姐，我就停在这个路口，通讯器随时保持开通。辛苦布布，你带个星火镜9星的大保镖在外面蹲点，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？有大腿不抱那是傻子，能不死就不死，能不伤就绝对不伤，安全第一。恩公又变成女恩公了啊！这2天
武安局的雷达在这里检测到了强烈的诡异波动，而且绝对不止一指。检测到了波动，就说明工厂里已经出事了。其中有一道波动极其隐晦，但能经极高，局里怀疑是3级。武安局的车队到了。2位新红警巡检带队，阵容不小。左边那个寸头国字脸的中年男人是1号巡检蒋月，右边那个戴银色半脸面具的女人是1号巡检赵双。星火镜5星冰系法修，马兆体修，梁兆凤魂修，赵不然法修，徐兆双剑修。老韩，你们组也抢到这活了。3阶诡异的本源结晶，我正好需要，各凭本事。这破工厂真娘的邪门，一剑斩了就是。谢骚包，你离这2位小姑娘子远点，别把你的骚气沾人家身上。刚觉醒1个多月就跨越大境界加把星火镜目标活撕了的妖孽，应该就是这2位吧？人家这种级别的天才，能看上你这合欢宗的交际花？我操，你们放屁！那叫懂得欣赏成熟的韵味。行了，别丢人现眼了。从外围保安亭进去，是一条长约200米的露天主根道。雷达检测到的那股疑似3阶波动，就盘踞在最深处的加工车间里。这是技术部刚刚切入工厂念网且截取的实时监控，没有尸体，没有血迹，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太干净了，就像是所有存在过的痕迹都被某种力量强行抹平了一样。这种能掩盖现实，甚至扭曲监控画面的，绝对是规则系诡异。按照常规战术手册，我们需要组成交叉掩护阵型，从大门进入。老子最烦这种弯弯绕绕的排雷战术。马骁、赵不言，去车里把那8箱锋线爆破雷搬出来。不走门，不走通道，从外墙开始，一路平推炸过去。蒋巡检的策略看着粗老，但在这种非闹市区，绝对是最好用、最安全的方式。食品加工最讲究干干净净，谁敢保证规则系诡异没有留下隐患？炸平它，让阳光和硝烟冲散场域，逼出本体，这就是最优解。等会儿爆破开始，诡异暴动，场面会非常混乱。谢早要是护不住你们，我会立刻赶到。没问题，谢谢双姐。好好干，注意安全。头刚才是不是笑了？啊！我在2队待了3年，头冲我笑的次数是0。双姐，老沈，人家毕竟是巡检，我客气点儿也是应该的嘛。咱们走。爽，真他妈爽！来，都别愣着，都来试试，老爽了。回头后勤部那个算盘精找你报销，你可别赖账。钱花在这里，总比事后给兄弟们垫付医药费、发抚恤金来的强。小英，你来，这2箱给你了，拿着当摔炮玩去，别怕浪费。好嘞，谢谢岳哥。小心点，这箱子沉着呢。咦，这玩意儿居然还有点分量。哦，岳哥，怎么扔？拔掉这个环就行了吗？啊，对，拔掉保险销，扔出去就行，3秒延时。爽，太解压了。小静可以啊，这准条，去神将营当掷弹兵都屈才了。岳哥教的好。雷达显示，那只疑似3阶的规则系诡异就在里面。法修准备，管好你自己的引爆时机，我们自会出手。3、2。老沈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干嘛？别废话，调动灵气。开火！放！起！辜负过掌上忙碌，看不惯乱世迁就，手爱化解这乱中红线更难永久。爱跟爱更像宇宙，要恨要似水奔流，谁在乎谁出全球？一生有爱和飓风飞翔。老大，他们俩真的是法修吗？
如果他们是法修，那我们是什么？废物吗？结束了。合着咱们才是那个被带飞的挂件。是啊，别大意，收心。全员警戒，防御阵型。没死，波动不仅没减弱，反而更强了。他被激怒了。该死的人类，敢如此辱我！我布下天罗地网，结果你们连门都不进，直接就开炸，不讲武德！给我去死！这是洞痕手，千万别被他碰到！看不完的，这东西依托地面的双层无限再生。别跳！月哥，怎么了？上面有东西。玄冰明镜台。是断人手，快蹲下！可下面还有洞痕手啊！洞痕手可以硬扛，断人手不行，它是纯粹规则系。只要你超过1.5米，就会被瞬间切断。都蹲下！有点棘手了。老沈，你手往哪放呢？别乱动，小心脑袋被切掉。断人手可以一直下降，1.5米、1.2米。小小诡异，敢在京海放肆！比2位老大直接上天罡荡魔。老谢，这招什么来头？专克诡异，连规则系也能达到，但一招抽空半数体力和精神力。天罡荡魔！只要不能一瞬间全部抹除，我的小宝贝们就会无限再生。准备第2发。精神力怎么提升了？这他妈什么东西？找到你了，给我滚出来！血族，怪不得能操控规则系诡异。老谢，他们说血族。对，是一族，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人类，你们以为赢了吗？说，你是怎么偷渡过来的？京海市还有多少你这样的杂碎？那你们得去问问你们自己人呐！还有自爆！想死，问过老子没有？老谢，那玩意儿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人皇旗啊！你管它叫人皇旗，这他妈分明是外魂幡吧？蒋月巡检确实是体修没错，但他走的是魔修体系的体修路子。他是星月魔宗的内门弟子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说？要不是怕撑爆情面，老子刚才就把他全装进去了。收吧！老大，这杂碎的魂抽干净没？操！这帮没长脑子的蠢猪！查出这东西的潜伏路线了。神他妈的潜伏路线！他是被人装在冷链车里，当成肉类食材拉进来的。啊！把异族当异兽肉卖。这厂子背地里有个走私渠道，专门低价回收战场上的碎肉加工，被走私犯捡到，当成什么变异猪类异兽送了回来。卤猪头！血族哪怕只剩一个脑袋，只要有足够血势就能重新复活。这帮商家是把官方警告当耳旁风吗？异族有高度文明，手段诡异莫测，以前就有异种族被带回来，后来自行拼凑复活，硬生生撕开一道空间传送门。人类根本不缺肉，那些蛮荒异兽不仅能吃，还能大补。裴局，大福3号工厂出大雷了。说重点，这批冷烟车不止一辆，还有其他货被拉到了别的区。韩兆双，带你的人去最近的大福加工厂，封锁所有账本和出入库记录。在。蒋月，你带人顺着冷烟车车牌号查线路，接下来全程查封所有冷库。大妹子，今天多谢你那个紫金色的光环，要不是你那一手，老哥我今天少说也得破财消灾了。你这份忙我蒋爷记下了，以后在京海市遇到麻烦报我的名字，谁敢动你，老子把他抽魂点天灯。行了，接下来的事涉及全市范围的大清洗，就不是你们能掺和的了。不过有个好消息，
你今天的表现超出了武安局执事考核标准的10倍都不止，你的实力和应变能力完全达标。基本上从明天起，你就不再是只能跟团的行走，而是正式的武安局执事，可以自己接任务带队了。听到没？以后你就是应执事了，要不要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？算了吧，刚看到那个血族，我至少这几天都不想吃猪肉了。太巧了，这就是姐姐和姐姐的真正实力吗？圣境大人，我们将来真的也能达到2位姐姐那样的实力吗？他们那个程度，你们的目标也太低了吧？难道不厉害吗？2个姐姐才刚满18岁。真的很低吗？纯粹的小孩子过家家。他们那种法术根本没有触及到灵气运转的底层逻辑，只是靠着自身的天赋数值，在那里强行堆砌范围和威力而已，空有破坏力，毫无技巧可言。至于更高层次的法术真意，他们更是连门槛都没摸到，跟你们说了也不懂，没见过世面的小家伙。赶紧走。这就走。我们要拿的东西已经到手了，留在这里等死吗？我操，你看见了没？刚才过去个嘛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就看见一阵黑旋风刮过去。我日，大冷天的活见鬼了！你自己看看，人家星火境的大佬亲身总结的血泪教训，如果本钱太大，必须定制顶级减震内甲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干嘛？你这个尺寸属于重灾区，要是不想在实战中因为转身太猛把衣服崩死，或者运动的时候把奶甩疼，神他妈甩的奶疼，这他妈是哪个奇葩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？有那么夸张？从今天起，你的1日3餐、修炼用度我全包了。这不叫吃软饭，这叫等价交换。我还辅助他修炼了呢。对，我这是打工赚来的香汗钱。姐小丫头，这边来，嘎巴菜已经给你盛好了，还是老规矩，多放辣子，多放香菜，热乎着呢。来嘞，谢过，麻烦让让。谢谢大娘的款待，等会儿给您转账哦，我先吃啦。这颜值不去混娱乐圈拯救内娱，真是全人类的损失啊！什么娱乐圈？你看清楚人家那衣服上的徽章没？那是武安局正经在编执事。老板，你给我来。大娘，钱扫过去了，味道一如既往的绝。哎，好嘞，丫头明天再来啊。姐姐再让我看一眼。姐姐，你从哪钻出来的？怎么浑身嘎巴菜味儿，香死我了！口鼻子啊你！我刚吃了个早点。我们早早的过来收拾了，都没吃早饭。姐姐你咋好意思的？怎么，我还不能有点特权了？一个个都嗷嗷的，就等姐姐一声令下了。今天的主角又不是咱们，是最后15个当场突破的悍将。那咱也是领队，他们最后成功突破之后，所有人一起释放超凡境气息，是最后的展示环节啊！啥时候有的这个环节？早2天前就发群里了，你是一点不看是吧？别傻笑了，走，跟我换衣服去。好嘞。你说姐姐是不是已经习惯了？习惯什么？习惯被班长拉着走。你看她，连抗议都不抗议了。被包养了嘛？人家那叫有觉悟。我本来想说夫唱妇随来着。那谁是夫谁是妇？各位同学，安静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金海一中高3、2班即将创造一个历史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今天莅临观礼的嘉宾：今天海基地处张敌长，金火教育署金海投防军属代表林北辰，沈氏集团经营区代表沈金空，以及金海市各大新闻媒体的朋友们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宣布汇演正式开始。老霍，你就让我们看这个，无非就是出了几个提前踏入超凡境的好苗子，值得你搞这么大阵仗。局长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每一个天才都是我人族的希望，这是好事嘛。话说回来，怎么没看到沈菜沈丫头？太狗和应杰。今天果然是姐姐，我就知道，姐姐我爱你。这小子不对，这丫头在学校里人气这么高，基操56。资料上看照片还没这么夸张，这真人
简直是绝色！超凡境3星，这修炼速度简直不是。我这里的官方档案显示硬碟男，怎么上来的是个女娃娃？鹤莲参谋长，这是应届同学的特殊天赋导致的，具体情况属于最高级别。姐姐万岁！我的妈呀！15个超凡同时诞生，这是什么神仙场面？我手都要拍肿了！霍苍穹，这15个超凡境就是你说的惊喜？老钱，市中心那家雷霆武装新进了几台可以试驾的机甲。兵器街新到了一批枪胚，我得先去挑2个看。枪！你一天到晚就惦记你那个棍子。摸完机甲，咱们再去虚拟实境游乐场整2把星际战争模拟对抗。那家新开的馆子有100人制大型战役模式，够咱们所有男生组队跟路人打野团。然后晚上9点，老规矩，全班汤泉宫集合，泡温泉搓背，注意我已经定好了，够咱全班使劲随便折腾的了。牛逼！咱们校长大人今天大手一挥，2班每人的过节费是往年的10倍，随便花。今晚万象城新上了一批灵狐皮草，听说是用异兽3尾血狐的皮毛织的。停，我说停。先逛街，再去吃个下午茶，做个美甲吧。冬季新款出了好多好看的，我也想逛逛机甲店。那就去逛，全都要。然后晚上9点，汤泉宫女婿集合。老楚，咋了，姐姐？下午我跟你们去玩机甲。姐姐，你别闹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现在这杀伤力太大，跟我们走在一起，我们容易被路上的单身狗用眼神千刀万剐。你还是去跟女生逛街吧。老娘不去逛街。我俩体质频道进入地说是不安，心如止水又感情。姐姐，走啦，跟我们去换衣服。姐姐今天又是奶香味的。你他妈的，我是什么希望？你松手！不松，你答应跟我们去换衣服我就松。胡拔已经把你的衣送来了，全是我亲自挑的。走吧，去更衣室。姐姐，从了吧，反抗是没有用的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要穿这个，这个丝袜有什么区别？这是光腿神器，不是尺码，你把它想成秋裤就行了。这可是冬天，外面零下20度，你穿这个小裙子不穿光腿神器不冷吗？我现在是超凡3星，气血如虹，极速零下20，就是零下50度我也光腿。那行，你光腿也行，反正更好看。那现在换裙子吧。不对啊，为什么我不能穿裤子？裤子太丑了，配不上这件外套。我不管，我要裤子。我裤子！看什么看？我平时天天都在，你们也天天看，现在摆出这副死样子干什么？姐姐万岁！大班长牛逼！闭嘴！你们都闭嘴！别拽了，再拽都掉了。完美！苏欣婉，你把手机收了。不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，姐姐第一次穿裙子出校门，必须记录。姐姐，说真的，你平时顶着这张脸和这身材，天天穿卫衣运动裤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我那叫实用，你那叫犯罪。都闭嘴，听我说，下午全班先一起去雷霆5倍，之后各自分组活动，晚上9点准时到汤泉宫集合跨年。那个开完机甲后，我申请和男生们一起走。不行。姐姐今天这身打扮去跟我们走确实不合适，太埋没了。我们在机甲店里给你当个乐子看，哪敢一直占用姐姐的宝贵时间。兰姐来了。兰姐，快过来，我们要拍全家福，就差你了。老师，站中间。我不去抢你们年轻人的 C 位，我站旁边就行。来，看镜头。兰姐，一起去市中心玩啊！今天跨年。去，我可是有家室的，自然是要跟着他们出去玩，跟你们去瞎疯什么？你们注意安全，有事儿随时用通讯机喊我，别惹事儿。真好看。不对，老娘是纯爷们儿，穿裙子是不可抗力。我操，这灯幕也太夸张了吧！让，你脑袋太大，挡住我看跨年女团广告了。听见没，老钱，别在街上出丑。那要看枪胚品相。这才叫放假啊！喜欢市中心。翻译一下，姐姐想吃路边摊了。再翻译一下，今天学校的盘算，等会儿机甲玩完要去几条街。我那是补充能量，我超凡3星，126个元窍开着，不吃才是不正常。你上次说随便吃点，最后吃掉了学校附近半条夜市的烤串。姐姐，看你半天了，发啥呆呢？到地方了。我操，刺激！你能不能别一下车就丢人？
这是哪个大学的精英班吧？你别装，别人夸的是陆振渊。这是哪个宗门的圣女下山？算了，这次不教训你。爸爸妈妈，看，是姐姐。来了，姐姐陛下，息怒。都走啊，站着干嘛？当路障吗？哎，你们说，这街上的人是不是被哥几个的无敌气质给镇住了？这瞎呀！人家在看你吗？所有人都是在看姐姐。这才叫男人的浪漫。各位同学好，欢迎光临雷霆武备。各位是想挑选趁手的兵器，还是来看看最近刚上的新款战甲？战甲，我们就看那个。各位眼光真好，我们店里的民用小型机甲，也就是战甲款，是这几个月才开始在人类后方城市适域营行的新风潮。前线用来对抗虚空巨兽的是大型军用机甲，那是人族大能们参考了傀儡宗、感宗等大宗门的控制逻辑，还有夺舍成最下沿的灵气科技制造出来的大型法器。前线的大型军用机甲至少也是法器级别，有些据说达到了圣级的边缘。最佳木级档的也有体验相当于宝器级别的款式，不过那个价格嘛，同样级别的战甲要比同等级的灵气贵20倍都不止吧？这位同学很敏锐，我们雷霆武臂确实是这样设置价格的，无论是指示兵器，还是内部的灵力传导战法、智能辅助系统、精神连接模块等等，成本都高，量上就差了几十倍，只贵20倍已经算是良心价了。大家听好，战甲不是套头衫，驾驶战甲的核心叫同步率。坐进驾驶舱后，用精神力连接灵能神经元，及格线60%，70%能进大学机甲社。磊哥，这帮高中生不是体修吗？体修的精神力能飙到80以上。怪胎，真是一群怪胎。就你了。这他妈什么反人类的智障设计，破烂玩意儿，什么设计，连个胸部空间都不留大点，歧视谁呢？忍忍，就试驾一小会儿。坏了，可能是屏幕卡了。我操，这腿怎么不听使唤？老鼠男，你行不行啊？看我的！老子想往前走啊，别转了！别用蛮力，放空大脑，用精神去感受机甲的关节，当成你们身体的一部分。那个转圈的，收点精神力，你输出过载了。你们这群菜鸡动得那么丑呢，看我给你们表演。这什么神仙控制力？老娘流畅的不得了，看我雷霆半月斩！应届学妹的同步率到底是多少？快，调出幻蝶的数据，我要看她的精神力波峰。雷哥，那台幻蝶没数据。没数据？逗我玩呢？是不是转运器坏了？不是感应器坏了，那台幻蝶是展示级，今天早上刚送去检修过，充能线早拔了。他压根没充能啊！我去！雷哥，那个女生还在里面。无需担心，那台幻蝶没充能，驾驶舱内部的减震、温控、应急灵纹全没激活。你看看那动作，那力道，我现在不担心他，我比较担心他等会儿玩嗨了，一使劲儿把那台幻蝶的胳膊腿给掰断了。什么破机甲！护甲不合身。行了行了，收工收工。设计这破烂机甲的人绝对是没见识，这不是不欺负大人吗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都哑巴啦！哎呀，你干嘛？看够了吗？啊，那什么，这战甲的枪真硬啊！老秦，你来看看。
鞋，我鞋还……走走，先过来再说。我就去买个饮料的功夫，你又干什么了？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犯罪了一样。我啥也没干啊！我进去试了一下那台紫色的破战甲，设计太离谱了，我的胸都塞不进去。停，塞不进去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出来了呀。谁知道他们集体犯了什么毛病？你还说干嘛掐我？你也不看看自己这是什么身材，穿着短裙掉下去爬战甲舱，你是怕咱们班男生的血压还不够高是吧？我里面有穿防走光的打底裤，这是打底裤的问题吗？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早上，我绝对不会再放你离开我的视线半步。姐姐现在属于重点保护对象，必须严加看管，防火防盗防姐姐自己作死。你们能不能有点矜持？走走走，前面的虚拟实景战斗馆，听说上了新地图。哎，老鼠，带我一个，我也想打新地图。打什么游戏？陪我们逛街。对不住了，各位姑奶奶们，兄弟在召唤我。姐姐，你真的要丢下我们吗？我们好不容易才一起出来跨年一次。就是啊，姐姐，刚才在机甲店你都被那么多人看了，万一你一个人跑去打游戏，又遇到那种情况怎么办？行了，我服了，我不去打游戏了还不行吗？好耶！这边，各位同学注意了，今天下午的核心活动主题为节节跨年服装搭配大赛。等会儿，什么大赛？规则很简单，我们一共19个女生，每3人一组，分为6组。沈大班长当评委，同时也看着杰耀别乱跑。每组负责给杰耀挑选一套不同风格的衣服。那个，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晚了，姐，认命吧！欢迎光，小林姐，模特到了。哎呀，你好，是今天跨年快闪活动请的模特对吧？她不是模特，她是我同学。姐姐们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帮她换装，光您一家就要换很多套，所以试衣间能不能安排个大一点的？费用走这张卡。这边请，我们 VIP 区有独立的大型试衣套间。姐姐，你在这等着别动，我们去选衣服，3分钟回来。姐姐，先试试这套甜妹风，不是粉的。对，今年最流行的草莓牛奶色。各位，能不能换个颜色？不行。等，你们仨都在这儿，我换衣服你们不出去？帮你换啊。千雪，你觉得这套怎么样？买。我去，这套最像姐姐本人，会把敌人踩进地里的大小姐。还行吧，至少这套方便。这套还不错，层次感很强，就是材质上略显劣质，如果换成哑光的可能会好一点。姐姐，你刚才说了什么？我说这件衣服的材质，我是不是堕落了？好，时间到，纯欲甜妹风反差最大。大小姐组第一，这3组的衣服全包了，她试过的，款式及格的全部打包。你们买这么多干嘛？当然是给你穿的呀。就是，以后节的日常穿搭由我们全面接管。我拒绝，我是一个战士，穿这些怎么？我给你加购了内衣和打底裤。我没事，到底劈叉干嘛？走吧，下一站。美甲店？做美甲呀，我们都预约好了。我坚决不做，打死都不做。你仔细看看，悬衣阁，你不是有白虎猎天爪吗？既然是爪法，指甲当然越锋利越好，这叫物理与精神的双重打击。你少偷换概念，那是模拟白虎杀伐之意，不是真指甲去挠。我还练玄武镇海拳。姐姐说的对，双手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武器。
千雪，还是你懂我。千雪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手是用来打人的，不能做。我们答应你，绝对不做手部美甲。那脚部美甲总该能做了吧？脚也不行，我的脚是用来踢人的。腿法发力跟脚趾甲有什么关系？就泡个敲子墙，涂个颜色，一会儿的事。藏在靴子里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同学，你平时有专门做足部护理吗？没有。那定期修甲、抛光、养甲油也没有。这也太夸张了。你的足型条件非常好，基本上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底子了。给我放下！真的，好标准，好白。你们能不能别用讨论灵气胚子的口气讨论我的脚？严格来说，比许多灵气胚子的底材还标准。别紧张，不会疼的。我没紧张。你脚都蜷起来了，战斗本能。我先测一下接近度。咦，怎么了？洁净度太高了，几乎不需要清洁。而且什么？还有一点很淡的香味。香味？你闭嘴！看来杰杰不但脚型是教科书级，体质也很适合做足部护理的活体宣传广告。你们再说，我真的走了。真的像造物主偏心，亲手捏出来的一样。结论稳定。姐姐，我们来了！看什么看？今晚全场消费由货大装优买单。你们不背着点我吗？大家都是女生，避什么？姐姐，你面壁思过啊？你们看够了没有？没有。别闹了，去洗澡。小气。裹得太紧会影响呼吸。真的很容易炸毛。我听得见。他们逗你，你越急，他们越来劲儿。洗这么快？姐姐，你不用搓澡巾搓一下吗？不搓。走啦，去搓澡区体验一下。我真不用搓。你帮沈大班长搓吧。什么？可以哦。我吗？让我给沈千雪搓澡？行，我来。喜欢痛。12000，用那个预膜养生液吧。来吧，放松，我没给人搓过。你这情况有点严重了，忍着点，我给你松松骨。疼吗？还好，那我加大力度了。应杰，你轻点。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翻身，翻身。废话，不仅要翻身，我还要给你滴溜起来搓。千雪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。下一个轮到我手酸了，不搓了。杰杰，我们平时那么闹你都没真生气。我们决定让你把之前的玩笑都还回来。谁要占你们便宜啊？我是正经人。刚才你发呆看了3秒，我都看见了。我那是在发呆。千雪，搭把手。
同学之间要礼尚往来。救命啊！你拉我的手往哪放呢？放心，我都洗干净了。轻点，我要散架了。刚才给千雪用的力是这个的3倍，很舒服。你们说，姐姐现在在女兵区干嘛呢？哎，肯定被沈大班长他们护得死死的。到底哪一边比较赚啊？收起你的心思。刘若水，赶紧的，准备好。我准备好了。既然反抗不了，那就当成一场大战。下一个别催，一个一个来。姐姐呢？后面呢？千雪正劝她出来。啊！姐姐，你这杀伤力！我操！谋杀小弟啊！楚南，老顾，老秦，到。上号。青铜剑墟，这是你们半个月后要进入的地方。先说基本情况。青铜剑墟原本是一个被蓝星位面牵引而来的小位面残骸，里面曾经存在过一个小型文明青铜剑庭。这个文明走的是一条很古老的路，以青铜铸剑，以剑养魂，以剑明道。后来这个文明被一场叫做锈潮的虚空灾难彻底毁灭。兰姐，锈潮是什么？一种来自虚空深处的文明级污染，它能腐蚀灵气、意志、记忆，甚至能把活人变成没有自我意识的青铜剑奴。这玩意儿听着比诡异还恶心。外围试炼区的锈潮浓度已经被人族清理到安全线以下。兰姐，那个剑意幻境是啥？会死人吗？会。剑意幻境是死去的剑修残留的意志碎片形成的精神攻击区域，踏入其中，轻则神魂受创，重则被剑意侵蚀，变成行尸走肉。兰姐，这些青铜剑魁最高能到几阶？公开情报显示，外围区域最高出现过3阶个体。3阶？所以你们有折返玉牌，感觉自己身处邪时，捏碎玉牌，然后你们就会被强制传送出秘境。但是玉牌的触发有延迟，从捏碎到完成传送大约需要半秒。接下来说竞争规则，此次试炼采用积分制，最低超凡2星，最高超凡9星。我操！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进入青铜剑域后，所有参与者会被随机传送到外围区域的不同位置，不是以队伍为单位，是以个人为单位。也就是说，进去之后，你们42个人会被打散。我有东西要给大家。防御灵器，中品灵气级别的贴身软甲，保命符珠，遇到致命攻击时自动激发，形成一个持续3分钟的防护罩。千雪，这算我们借你的，交情归交情，欠的是沈家的，我们不会赖账。我也是。别跑啊，我的小白鼠！不错不错，这次头部完全分离后的重组时间缩短到了半个呼吸。小白啊小白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？但你想想，你现在可是全金海最抗早的2阶异兽了，被砍了74次头还能活蹦乱跳的，除了你还有谁？前200次实验全部失败，转折点是第87次实验，这不就是我要的东西吗？我要的不是引爆，而是隐喻。锚点的最佳位置是眉心，74次致死实验。小白，你可真是个合格的实验对象。行了，走吧，我不杀你，真蠢。10里、20里、30里、35里、38里，方圆40里的感应范围，我可真是个小天才。喂，老谢吗？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蒋月巡检？有点事情想要请教一下。嗨，兄弟姐妹们，想我了没？姐姐，你这3天死哪儿去了？群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兰姐都说联系不上你，我们还以为你被人绑了。绑我？谁绑得动我？说，去干嘛了？哼，
这3天啊，我是给你们谋福利去了。福利？上次你说给我们福利，结果是加练3小时。那能一样吗？这次是真福利，过来。你要干嘛？让你过来你就过来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啊，好痛！姐姐你干嘛？别叫唤，大男人矫情什么？你倒是提前说一声啊，我还以为你要掀起我的天灵盖来。这是什么？你这3天就是在研究这个？聪明。听好了，我只解释一遍，这玩意儿我管它叫生机种子。我把一大坨生机提前封存在你们体内，平时不消耗，不影响修炼和生活。但是，一旦受了重伤，这颗种子会自动爆发，替你们修复伤势。重伤是什么程度？四肢全断，长回来，腰斩，接回来，脑袋被砍掉，也能给你接回去。我操！你说什么？脑袋砍了也能接回来？只是接回来，而且是砍掉的5秒钟内，不能距离太远。那也足够牛逼了，岂不是相当于多？每颗种子里储存的生机量，至少够你们扛一次致死死级伤害的完整修复。就算我们面临必死的伤势，也能恢复过来。是你在旁边？对，不需要。这也太超模了吧！这不就是随身带的姐姐吗？义母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我去哥，你给我起来！不起，携飘零半生，只恨未逢明母。滚！谁是你义母？你再不松手，我把你手下！义母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不走不走不走！义母在上，请受孩儿一拜。沈千寻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也跟着起哄！我只是腿有点酸，酸你个头！滚！都给我滚起来！都起来！现在，立刻！好了，每个人都有份儿，现在开始排队，一个一个上来，我给你们注入我的种子。一群小祖宗，大清早的跟人形暖气片似的。老楚，你别晃脑袋了行不行？晃得我眼晕。你懂个屁，这叫安全感。我现在感觉，就算3阶巨兽站我面前，我都敢冲上去扇他2个大逼兜。你那是安全感，你那是膨胀。有3条命的人，不膨胀一下，对得起姐姐的骨血吗？你这表达能力，堪比一只成年香蕉。反正我已经是姐姐的形状了，姐姐得对我负责。杰哥，你回来了！我靠，杰哥，你背着我们偷偷吃饲料了！滚蛋！对味儿了，就是这个手劲儿。杰哥，你是不是又高了？1.92米。哦啊！楚南。虽然应杰男生的样子也很帅，但我还是想念姐姐的大长腿和小裙子。男生的应杰太有攻击性了，完全不敢捏他的脸。你敢捏姐姐的脸？杰哥的时候捏一下，我怕他反手给我一个过肩摔。杰哥，姐姐，他是谁？目标气血强度，同机界极限。废话，这还用你说？哟，老叶回来了。这10天跑哪儿去了？连个消息都不回，群里发红包你都不抢，不像你风格。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我父母身体不太好，这几天在医院陪床，没顾上看手机。叔叔阿姨没事了吧？有困难跟兄弟们说，咱们班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资源。没事了，已经出院了，谢杰哥关心。客气什么？来，老叶，赶紧的，全班就差你一个没被入了，赶紧让杰哥弄弄你，一会儿就要去秘境了。种什么？生机种子啊，看到没？相当于3条命，眉飞色舞，脑袋掉了都能给你接回来。全班40个人都有了，就差你。不用了，我不想麻烦杰哥，这种强大的秘法肯定要消耗很大吧？老叶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这是保命的东西，你以为大白菜啊？别人求都求不来。就是老叶，你傻了吧？还有人拒绝自己保命方式多的。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小心个屁！咱们进去是随机传送的，落单了怎么办？你超凡1星的战力，碰上2阶秀兽群都够呛。我说了不用就是不用。老叶，你这就不把兄弟当回事了。警告，检测到未知高位格能量入侵。警告，原主灵魂出现剧烈波动。不对劲，老叶这小子怕不是被哪个老怪物夺舍了吧？剑法老力，数值却跟不上，原主的魂还在，好处全被原主吸收了。好了，3颗满配，不用谢我。到了秘境里自己机灵点。谢谢。到了秘境里，老子有1万种方法把你扒出来。全体都有，整理装备。我操，
天吃错药了，怎么这么帅？小兔崽子，没大没小，都愣着干什么？滚上来！校长，咱们是去生，又不是去选美。您穿成这样，不嫌碍事。这次青铜剑须开启，不仅是你们的试炼，也是全国各大顶尖高校的一场暗中较量。今天会有10几个大学、上百个精英班级到场，各方媒体、教育署的高层、军方的大佬都在。咱们是全场唯一真高中生，稀客中的稀客。我要是穿个破夹克过去，人家还以为咱们穷的连件像样的法衣都买不起。到了，都给我精神点！我去，这么多人，少说得大几千了吧？你们在此地不要随意走动，我去会会几个老东西。谁敢欺负你们，报老夫的名字，不好使的话，我亲自去。校长今天是真的帅，这次试炼不是只有大学生参加吗？不是，秘境每次开启涉及的利益太大了，学校要紧，官方要紧，各大财阀和修炼氏族也要紧。那万一有人不怕死呢？如果有人在秘境里对同胞动手，出来之后轨迹记录就是呈堂证证。所以才给你们发了3条命，但是别浪，遇见事了直接跑，都靠近点。各参与者注意，青铜剑虽即将开启，所有人原地站好，不要移动。传送将随机进行，预排碎裂及强制传出，不可逆。试炼时限15天。最后提醒，秘境内一切后果自负，祝各位平安归来。记住训练时说的，落地之后第一件事确认环境，先躲起来观察情况。第二件事，活着，等我来找你们。放心吧，杰哥，3条命呢，最好给我苟住。小心。青铜剑须，方圆80里内没有任何生种子的回应，没有任何同学在附近。有点意思，真他妈干净。就这，什么脏东西也敢碰我？寄生生型的。不是随机游荡，是成贯之的迁徙。这是合击阵法，这次试炼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这就是青铜剑怪，左边弱，中间最强。这种强度，他们死不了。他们在交流。哼，懂阵法是吧？跑了，还知道分头跑，跟老子装神弄鬼！我倒要看看你往哪儿跑。操，被当猴耍了，想调虎离山。找到了，
是前线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皮。这根本不是什么行尸走肉，这分明是一支懂战术、有后勤的正规军小队在打猎。来，让我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力量不错，但还不够看。重力增加了，不对，是阵法。利用这种污染来布阵，我就是纯劲儿大呀！爽！喂，那边的铁疙瘩，还打不打？不打的话，咱们聊两句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几个意思啊？我没下死手，那是想留活口问点事儿。你们这就拍拍屁股走人了，真拿老子当站街的背景板 NPC 啊！合着你们刚才不是想跟我硬气，是在找掩体啊！他妈的，拿老子当挡箭牌是吧？操！行吧，就这点阵仗，也配冲我哈气？威力倒确实对得起女神的破坏力，消耗真不小，满打满算也就只能连续不停的射上8个小时而已。死机，真特么爽！一招秒掉几百头异兽，瞬间连开2枪，就这效率。行了，别爆。被紫光切中的核心，活性已经全废。看我干什么？怪我用力过猛喽！带路，走。你们到底在这里苟延残喘了多少年？哟，你们金海城防的周岩又涨了132分了。周岩的孩子超凡9星，在外围刷绣花异兽跟割草似的，不轻。我们双林的魏青衣147分，比你们周岩只高不低。他也超凡进9星了，9星简直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金海那个什么高中生的班，今天也进去了吗？对，别担心，折返玉牌保得住命。能不垫底就算成功。多少？2450分，
这他妈什么情况？系统 bug 了！这不是一只一只杀出来的。这是谁的部将？哪个大学的？超凡几星？什么职业？不是大学的。什么意思？他是高中生，京海一中高3 2班，超凡近3星。你说妈玩儿？超凡3星，半小时2400。这不可能！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懂兵法，会战术，会打猎，现在连道物消通法和商贸物流都有了。我他妈！这哪是怪物群？社区都建起来了。大爷，能听懂我说的话吗？我没恶意，就想瞅瞅。这不就是野山医院骨科吗？往炉子里扔破铜烂铁和肉炉，这是要练什么？这剑狗是能复活的？不对，这不是复活。又要去打猎了。我操！你这老头怎么不讲武德？何意味？生命、生气，绿光不是攻击我，他是在朝圣。这特么！行吧，相识一场，就当交个门票钱了。什么意思？出来一趟，我竟成了祖宗人？起，都起来！这就是资料里说的秀潮。拳法就叫心火拳，意淫就叫心火拳意，打破绝望，燃起希望，简单好记。既然语言不通，
那就用意试试。火种来历时间2年半。原来是个分基地，王庭主火种，那也不够破军境大佬一巴掌拍的。区42次，浪费一次都心疼，风险太高，先在外围刷怪。好东西，抢自己人的东西，那叫没品。那个，我跟你们换点这个东西，行不行？这特么，行，算我欠你们一个人情。走吧，带路去你们平时打猎的地方。既然拿了你们的东西，今天这片场子我帮你清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真他妈倒霉！哈哈，就这点劲儿，还没姐姐用树枝抽我的时候疼。杰哥姐姐牛逼！不对啊！等等，这生机种子不只是保命用的。我操！杰哥的种子，这他妈是3条命加一个随身泉水啊！等我出去，必须得跪在地上狠狠亲吻杰哥姐姐的脚面！妈的，怎么还追？得找个办法干掉他们！操！老子上辈子是踩了多少坨啊！这下真特妈麻烦了！拼了！大不了浪费一条命！资料上不是这么写的。兄弟们，我来助你们！多看手动，保命第一。不行，杰哥的话不能不听，万一这是唱霜降呢？理性分析，合理怀疑。打，狠狠的打，最好2败俱伤。杰哥，你的种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真是不讲道理的能力，可惜现在他是他。是杰杰的生机种子。带路。我操！我这黄金天赋变异了！杰哥牛逼，这简直是回老家当大爷啊！多谢。左边，那边有一大群异兽！兄弟们并肩自上，我给你们加油！
杰哥、杰姐必须各来一个金雕像。谁能跟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前50名里有41个是近海域中的高中生？这合理吗？这科学吗？他们是进去进货了吗？5天时间也砍不出50多万积分啊！魏导师，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进货？运气好，41连抽全是 SSR 的运气。大家要理性分析嘛，满编是42个人，对吧？现在上榜的只有41个人。一群蠢货！洗剑池残印。警报！目标体内异种生机能量极度活跃，当前已消耗15%系统储备能源进行隔离封锁。应杰，等我拿到洗剑池残印，第一个就拿你开刀。血柱过脸，深度敛息已开启，每分钟消耗0.1%系统能源。奇怪，太安静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干的？扫描中，警告！检测到未知高维破坏残留，检测到大规模机械生命体活动痕迹，原定危险域已全部消失。重新规划路线，全速前进。肯定是因为他，只要融合那道残印，我的境界就能直接飙升到超凡后期。当前路线安全评级极高，老子一剑全给你劈了！第一座之楼残碑，新的，这绝对不超过2天。系统，扫描这些符号，翻译出来。解析失败，输入库比对结果0匹配。此为未被记录的新生符号体系，具备文字特征。你确定这是文字？非随机破坏。不管了，先去问简太。这他妈是见鬼！乱了，整个青铜剑球全乱成一锅粥，到底是谁干的？冷静，核心机缘不可能动，重新规划路线。有人在开路，不能走大路了。这正文的结构很古老，别白费力气了。这非常不科学，但很修仙。也不知道杰杰在哪儿。你该担心的是这秘境里的怪物够不够他打。我还是第一。哎，叶子秋，你掉粪坑里了，怎么一股味儿啊？老叶，你这路线挺别致啊，走下水道来的。迷路了，误打误撞掉进个地洞。你身上的淤泥里还有氟类粪便成分。你离我们远点，味儿太冲了。开问剑台，立3关：1问心，2问技，3问道。过3关者，可见洗剑池残印。果然没变。滚吧，这机缘是我一个人的，这怎么可能？杰哥牛逼，他们过不去。1关问心，替你父母跪下认个错。
我是金海秦家，不是你上京秦家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拿着枪打进去。你只是个花瓶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对，我以前是挺废物的，但我会拼尽全力变强。奇技无术，旁门左道，不修己身，依赖外物。大人，时代变了。不，我是天命之子，我不会死。警告，遭受阵法锁定，消耗30%储备能源，开启最高级别灵魂遮蔽。第2关问技，击败剑影方可入道。疼死我了！第3关问道，修者持兵，所谓何求？位不退，对我身后有家可归，有饭可吃，未知世间再无一族敢越雷池半步。武器不分古今，不论刀剑还是枪炮，能杀敌，能救人，能让人族在这个操蛋的世界活下去，这就是道。好用就行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为斩尽世间异族，为登临万道绝巅，为改写人族命运，重铸天地秩序。成了，我就知道这群小屁孩懂什么道。指令收到，开始干扰阵法。怎么回事？过来啊！为什么把我踢出来？问心、问技、问道，3关皆过，残印择主，静待天时。秦无哥，你迟早要回上京秦家，以你的天赋，回到秦家必定是核心子弟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在这里为了一块破印把命丢了？我从来没在班里说过我是上京秦家的人，连杰哥都不知道。你从哪听来的？你不是我们叶知秋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块残印是我的。你们这群靠着应节施舍，连自己走路都费劲的废物，根本不配碰它。施舍？老子管这叫兄弟情谊。你这种人，大概一辈子都没人愿意把后辈交给你。我是废物，我需要杰哥施舍。那你呢？连我这种废物都要记得的你，岂不也是废物？你看，连这群铁疙瘩都知道，你们不过是狐假虎威，没了应节，算什么东西？算你大爷！就这点本事，老子也敢造反了！走，杀！老叶，你这夺舍的技术不行啊，身体跟不上脑子吧？秦无哥，揍他，让他平时装深沉。是你们逼我的！警告：宿主强行调用前世剑意，将对当前肉身造成不可逆损伤。左边！第10招，我才是最后胜家。这特么真能接头啊！这不可能，应节又是应节的东西。警告，肉身超负荷。秦无哥，退后！你退后。他不是叶知秋，这家伙是个老怪物，招招致命。替死金印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几条命够我杀。先杀辅助。你怎么可能把这武器带进秘境？买的成品当然不行，会被阵法直接剥离。但我带的是一堆废铜烂铁和基础零件，阵法没有灵智，它无法判定一根钢管和一个弹簧组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。这把枪的图纸是我自己画的。自己造的，奇技于巧，旁门左道。刚才在破幻境里，那几个老头也是这么骂我的。老叶，或者不管你叫什么老东西，别小看我们啊！该死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老叶，
时大变了！请过下。疯子！警告：宿主肉身损伤度22%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成全你们。我操！拦住他！先杀辅助，这是常识。谁？班长，你不是叶知秋。